看全文的宝子看过来，本文91分钟已完结，请注意连接好 WiFi， 祝愿点赞的宝子得异能，评论的宝子得空间哦。我们的正文马上开始喽。我死了，死在了末世的第2个月，没有丧尸，没有怪物，而是死在了零下62度的9月。老公比我死得早，那个我曾经百般看不上的男人，在这个末世里把后来仅剩的食物全留给了我，希望我能等到救援，但是我依然没有撑下去。在他去世后的2天，我守着他梆硬的身体，渐渐地失去了意识。快起床，你今天不上班了，要迟到了。在一阵絮絮叨叨的声音中，我的意识渐渐回笼，肚子里依然是饥肠辘辘，但是身上的触感是温暖软乎的。忽地睁开眼睛，被阳光刺了一下，赶紧用手挡了一下，闭眼，再睁开，再闭眼，再睁开。这是我无比确定的自己还活着，而且是在自己家的大床上，身上盖的是蚕丝下凉被，空调的冷气开得足足的，室温很舒服。摸到枕头边的手机打开一看，2035年6月11日，天气晴，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8摄氏度。老公这时候又进来，人还没到絮叨的声音就传了过来，怎么还不穿衣服，发什么呆呢？你今天要上班了，你忘记了？快点别磨蹭了，送完你上班我还有事情要做呢。边说边把一件连衣裙扔到我手边，如此熟悉而又陌生的唠叨让我恍如隔世。以前我最讨厌他的碎碎念，不止一次的说他像个老娘们儿，不像个男人，天天话多的要死。我一个女的，我还没天天唠叨，你一个男的也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多废话。但是现在听到他的声音，我只想哭。我记得他临死前对我的各种不放心，用全是冻疮的手拉着我一遍一遍的交代我食物要省着吃，国家的救援肯定快到了，一天吃1口，肯定能撑到有人来的。看着他，我的鼻子忽热觉得好酸，想他又觉得好委屈。梦里他去世后的那2天，我真的好怕。现在回想起来，我梦里的我可能不是饿死的，也不是冻死的，而是吓死的。万籁俱寂的世界，听不到其他声音，没人陪伴，我在孤独中把自己吓死了。看到我哭了，他愣了一下，大概是想不到我这个水泥做的女人竟然还能挤出来泪。他手足无措地帮我擦干脸上的泪，问我怎么了。我抽抽噎噎地把梦里的事情和他讲了一遍，他抱着我安慰说，梦里都是骗人的，梦里的事情和现实是相反的。这语气就和我小时候做噩梦奶奶哄我的一样的。我怀疑他小时候他奶奶也是这么哄他的。那万一是真的呢？我梦里到7月份的时候，天气会变得非常热，200多年来从未遇到的高温天气，欧洲国家热死了好多人。那你梦中的末世是从哪一天开始的呢？他问。7月28号，我闺蜜小贺的生日那天，我严肃地回答那天本来40多度的高温会骤降。我和小贺他们本来准备吃过晚饭去做头发呢，结果从饭店出来发现变天了，穿长袖外套还冻得起鸡皮疙瘩，然后我们就各回个家了。那我们现在需要找几件事情来验证一下，你记得梦中这段时间我们家会发生什么事情吗？老公又问，可能是看我说的严肃，而且条理清晰，不像是精神病人，他开始认真地和我分析起来。我低下头使劲地想上一世，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想到了，我记得你二姑家的大瑞表姐离婚了，原因是姐夫中了彩票，偷偷兑奖后瞒着瑞表姐，还给主播打赏10几万。瑞表姐发现后就闹离婚，带走了205万现金和孩子。赶紧的给二姑打个电话，看看瑞表姐离婚了没，我催促道。老公有些不太情愿的拿起手机嘟嘟囔囔说，中午打不行吗？哪有大清早打电话问人家离婚了没的，别墨迹，这关系到我们以后的生死存亡。嘟嘟嘟，一阵忙音过后，电话被接通了。喂，大帅啊，大早上给姑打电话有啥事啊？电话那头传来二姑万年不变的大嗓门。二姑，没啥事，昨天晚上做了梦，梦到你了，就给你打个电话。家里挺好的呀，你和姑父都身体好吧？都好，我们没啥事，早上趁凉快下地干惠子活，现在太阳升起来了，太热就不干了。一会儿你姑父的几个老牌友过来斗地主，我给他们烧点绿豆水，别一会儿老头子给热晕了。哎，大帅啊，等一下，你大瑞姐给我打电话呢，我先挂了，看她是不是有啥事。挂了电话，我和老公大眼瞪小眼，心里紧张又忐忑，不知道大瑞姐打电话会是什么事，会不会真的是离婚的事。过了5分钟，二姑的电话重新打过来，一入耳是二姑的一口流利的国粹，我和老公细细听清楚了，全是问候姐夫一家的。原来大瑞表姐真的要离婚了，给二姑打电话让娘家人开车去婆家拉嫁妆。这件事情闹了有几天了，原来姐夫对表姐是有感情的，不过结婚多年，银钱被表姐管得严，这忽然中大奖，钱就想捏在自己手里稍包几天，结果穷太久突然暴富，他就控制不住自己了，大手大脚挥霍，没几天就被表姐发现了。现在表姐钱拿到手，就打包东西带着孩子要回娘家了。再次挂掉二姑的电话，我和老公都坐不住了，分头给自己的单位打电话请假，然后开始商量都要准备哪些物品来应对即将到来的极端天气。打开手机银行，把我俩的存款全加起来有20多万，这还主要是结婚时双方父母给的启动资金，我们自己还真没存下多少钱。现在距离末世极端天气还有1个多月，先把我们手里的现金用了采购物资，等到7月1号咱们再去各个网贷平台撸点，到时候能多准备就多准备物资。老公说，那咱们的亲戚朋友怎么办？双方父母总要通知吧？我问。想了一会，老公说道，我那边的亲戚朋友我来通知，你那边的你负责通知，看看咱爸妈愿不愿意来我们家和我们一起住，到时候也好有个照应。和老公商量好话应该怎么说，我拿起手机先是给在省会城市的弟弟打了电话，把我做的梦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他。上一世因为各种原因，我们在极端天气到来1周后就失去了联系，不知道他活了多久，也许是血脉压制的原因，他很相信我，对我说的话没有任何怀疑。他说，爸妈接到我这边吧，你和姐夫照顾好你们自己就行，你今天也回家一趟，我这边马上出发，大概中午就到了，咱们当着爸妈的面说一下这个事情。跟弟弟沟通过后，我准备换衣服出门回娘家，老公也从另外一间卧室里走了出来，他同样要回老家一趟，婆婆已经去世了，还有个公公跟着他弟弟一起生活，事关重大，他必须当面把事情告诉他们。
他家离得远，家里唯一一辆的机动车就让给他开了，我开着自己心爱的电动小四轮回了父母家。看到我回家，妈妈很是奇怪，问我怎么大早上跑回家了，今天不上班吗？看着2个多月没见的妈妈，心里很想抱着她大哭一场，以表示我对她的思念。可是我怕她胡思乱想，就没敢有所行动，只是抱着她的胳膊说想她了。刚好今天没班，就回来看看他们。爸爸已经去自家店里开门去了。我问妈妈，是啊，5点多就去开门了。妈妈回道，妈妈，让爸爸回来吧，我想给你们说个事情，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听我这样说，正擦桌子的妈妈猛地站直了身子问我，你跟妈说实话，你和大帅是不是吵架了？没有，我赶紧解释，我俩好好的，啥事没有，真的是有其他重要的事情跟你们说。看他依然将信将疑的神情，我干脆自己和爸爸打电话了，让爸爸先把店门关一下，回家和他说点事情。爸爸风风火火地赶了回来，看着爸爸有点稀的头顶，微凸的肚子，我又想哭了。不知道上一世他和妈妈到底活到什么时候。当时我和弟弟都不在身边，就他们老2口，当时应该是很煎熬的吧，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忍受身体上的寒冷，还要担心我和弟弟的情况，偷偷地摸了把自己的脸，争取让自己看起来正常点。我还是在弟弟回来之前先把这件事和爸爸妈妈说了，开始他们很震惊，难以接受。当听到我饥寒交迫也冻死了的时候，我妈还是忍不住搂着我哭了。她一哭，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抱着我妈嚎啕大哭，把上辈子那2个月的恐惧、临死前的害怕全搂着我妈哭了出来。等我和我妈平静下来，我爸的脚下已经扔了10几根烟头了。看我们不哭了，我爸问我，闺女，你打算怎么办？我正色地和爸爸说，我们要囤物资，各种各样的物资，但是因为我末世2个月就死了，我只经历过极寒天气，不知道还会不会有其他的灾难，也不知道这种反常的天气将持续多久。你弟是不是也知道了？什么时候回来？爸爸问我。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算了一下，大概再有1个多小时就回来了。我回道，好，你和你妈先把需要买的东西品种再加了列个单子，我去店里开门。爸爸对我说，爸，你还去店里开门啊？我不理解地问，当然开门了，店里还有那么多的货呢，就算你说末世要来了，那不是还有1个多月吗？我也得先把店里的货清清，能换成钱的都换成钱。老爸边走边说，又对着妈妈说了一句，你给孩子做点好吃的，饿了2个月了，补。中午弟弟回来了，看到父母的神情，也知道我又没忍住，先把事情说过了。饭桌上我们询问爸妈的意见，准备怎么办。因为我和我弟不在一个城市，谁也不知道末世的极端天气会要多久结束，不敢把一切都舍弃。后来还是父母一锤定音，他们决定去省会城市跟弟弟一起生活，因为弟妹怀孕了，他们过去也许能帮得上忙。我虽然有些许的不情愿，但还是尊重父母的想法。饭后爸爸妈妈把手机微信和支付宝上的钱整合了一下，有60多万，给了我25，剩下的不到40给了弟弟。对此我明白他们的想法，毕竟父母和他们一起，他们需要购买的物资更多，而且家里即将多一个婴儿。这些钱你们先拿去买物资，家里的几个存折一下子取不出来，我和你妈在家里处理店里的货物，再把存折里的钱分批取出来，到时候给你们姐弟俩再分。爸爸对着我和弟弟说，接着又对着弟弟说，咱家购买物资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你和你姐夫沟通一下，看都买什么东西，一起买也能便宜点。爸，这件事情要对其他亲戚说吗？我又问。沉默了一会，我爸说一下吧，就说听朋友说的7月底地球可能会大面积出现极寒的极端天气，让大家多准备些物资，保暖的东西。具体信不信就看他们自己了。晚上我把我爸安排我说的话分别发在了父亲这边家族群里和母亲那边的相亲相爱家人群里面，结果一下子炸锅了。真的？假的？这种事情可是不敢胡乱造谣的，现在在网络上发布不实消息也是会坐牢的。有人在群里艾特我说，表姐肯定是又看科幻小说看傻了，之前不是还老说她要穿越的吗？又有人接着说，我觉得宁可信其有，别万一真的了。你就跟着闹腾吧，囤物资，到时候啥事没有，钱不白花了呀。各种消息在群里不停地跳着，我来不及一条一条的看，也看不清谁到底说啥了。总之大部分人不相信我说的话。是啊，如果我不是真的经历过，谁告诉我7月份会有极寒天气，温度降到0°C以下，我一定会认为那人脑子瓦特了，窦娥冤看多了。但是现在怎么能解释清楚呢？我总不能对大家说我是重生的，我冻死过1次了。如果我这样说，他们应该会直接建议我妈把我送到精神病院去。过了10几分钟，大家的讨论热情渐渐地降了下来。这时我就加了2表哥给我发了语音通话，和这个表哥平常联系的不多，他跟着我就在南方开诊所，这些年没少挣钱，当然了也没怎么回家，舅舅去世后舅妈当家，跟我们这些姑表亲联系的更少了。现在给我打语音电话，不用说肯定是为了我刚才说的消息。喂，云伟哥，有事吗？我接通电话后说，喂，明慧啊，以后不要在家人群里乱散播不实消息， X 音上有很多消息都是假的，你好歹也是大学生，不要听风就是雨。你大姨二姨他们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村人，攒个钱不容易，要是都听你的去买来一堆吃的，到时候啥事没有，买那么多东西，你说咋办？我没有骗人，我朋友就是这样对我说的，而且我朋友说这话的时候让我一定要相信，我气呼呼的回他道，最讨厌他这种教导主任的口气给我们说话，他挣钱多水又没要1分，用得着用这种教训人的态度说话吗？好，我也是好心提醒你，你不领情就算了，就当我没说。他似乎也有点生气的说。看我气愤的挂掉电话，我妈无奈的说，不用管他了，他家这几年挣到大钱了，谁的话都听不进去。你就又走了，你舅妈和我们姐妹几个也从来不联系，就怕有人找他们借钱。你提醒了，信不信是他们的事了。我知道我妈是对她娘家嫂子寒了心，既然她都这么说了，我乐得不管呢。过了一会儿，我爸从外面接电话回来，神情有些疲惫。我刚才消息发出去，他电话就响了，我知道是老家的那些亲戚。我没问我爸结果，想来也是很难有人相信，就算心里有些半信半疑，也不敢大大方方的说出来，因为怕被当傻子看。
我和爸妈弟弟几人又再次对好说辞，以便再有亲戚打电话说法可以保持一致，就各自去睡下了。睡觉之前和老公发了条消息，说我这边一切搞定。第二天，我和我弟开车回我自己的小家，毕竟要商量着购买物资了。路上和老公联系一下，他也正在回我们小家的路上。在家里完成了顺利会师后，我们3个人头顶头的开始记录我们需要买的东西。吃的方面，米、面、菜油、盐、生抽、老抽，各种自热食品、泡面、火腿肠、各种肉罐头、各类水果罐头、各类干果、果脯、肉干、压缩饼干、巧克力。喝的方面就囤水，大桶装的矿泉水。穿的方面，保暖衣、抓绒衣、冲锋衣、保暖打底裤、冲锋裤、滑雪裤、冲锋靴、手套、帽子、保暖袜子、护目镜。最重要的重型防寒重磅羽绒服。在睡觉方面，我倾向于买睡袋，但是老公还是希望买厚的羽绒被，他觉得睡袋睡觉不舒服，但是我觉得那种情况下先活下去最重要，舒服不舒服的是次要的。但是他依然觉得既然提前准备了，为什么不让自己舒服点呢？看我俩争执不下，我弟很贴心的决定2样都买。于是在睡觉方面我们罗列就2样，羽绒被和睡袋。燃料方面我们列的单子有无烟炭、瓦斯罐、固体酒精、煤油。洗化用品，洗发水、香皂、肥皂、洗洁精、牙刷、牙膏。对于这块原则上是只买必需品，洗发水可以洗澡用，香皂可以洗手也可以洗澡用，就不讲究那么多了。再说了，能不能洗澡还是另外一回事呢。如果一直是上辈子那种极冷的天气，身上的灰也算是另外一种铠甲了。然后就是零零碎碎的东西了，卫生纸、卫生棉、一次性内裤、充电宝、户外大背包、连体雨裤、雨衣、打火机。从上午10点多写到下午3点多，中午饭就是每人啃2包老北京方便面，想起来一样写一样。不知道他们2个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我的脑子要干得冒烟了，很累，堪比高考做卷子。最主要的是想不到还漏掉了什么，但又觉得原准备的还不够。看着纸上密密麻麻的物品清单，我觉得我那40多万就是毛毛雨。而且就算东西买回来了，我家这套内面积70多平方的2室也放不下。我现在开始后悔自己前世怎么没记得几个彩票中奖的号码呢？如果这时候中个500万，那不是可以放开手脚干了吗？好了，先写这么多吧。明天我和小弟去批发市场转转，把市场上的价格了解一下，争取用最优惠的价格买到咱们需要的物品。毕竟我们的资金不多，需要的东西又多，钱还是要省点花。老公说，姐，要不你们换个房子吧，你们现在住的房子太小了，买的物质根本就放不下。你们这一层住4户，你们还处在中间层，私密性不好。而且末世后，你和姐夫坐拥大量的物资，一旦被人发现，估计性命也保不住了。弟弟很严肃地对我说。我激动的一拍脑子，终于觉得哪里不对劲了。我只想到房子小了，竟然忽略了安全性。上辈子不是没有出现打砸抢的现象，只是我们活着的时候还没碰到。不知道我死了之后，我和老公的尸体有没有被发现？毕竟那么冷的天气可以保存很久的，到最后不会被恶极的一些人给煮吃了吧？想到这里，我不禁打了个哆嗦，感觉到一阵的反胃恶心。那租个房子吧，我说。但是租在哪呢？是租顶楼呢，还是租个1楼带地下室的呢？我自言自语道。看过很多的末世文，他们的房子好像不是顶楼就是带别墅的地下室。可是和他们不一样的是，我没钱，他们基本上手里都有几百万上千万的资金，就是没有别墅也能现买一个，然后还有钱买一辆末世房车。但是我啥都没有，就那几十万还是父母给的，目前看也没中彩票的命。我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中。租个顶楼的大平层吧，老公说。租个多大的大平层？而且有钱买大平层的业主也不差钱，好找房子不？对于这个想法我不是很赞同。我觉得你们倒不如租一个顶层带阁楼的那种。前几年开发商卖房子的时候，不是经常有那种买顶层送阁楼，买1层送地下室的吗？根据我姐说的情况，到时候你们住1楼可能会湿气重，地下室要做好防潮保暖，又要花一大笔钱，还不如租个带阁楼的，至少干燥，不会那么潮湿。弟弟建议地说。但是到时候屋子里还是要重新做一层保暖和静音的，最好伪装成无人入住的样子，这样就不怕被有心人盯上了。这方法不错，我和老公异口同声地表示赞同。事情商量好，总算觉得心里轻松点了。今天晚上出去吃吧，我和小弟喝点，明天开始办事。老公说。说走就走，我也好久没有吃肉了，想想死前吃的那些又冷又硬的食物，我觉得自己的腮帮子开始酸了。晚上吃过饭，弟弟没有走，直接在我家睡下了。明天2人决定4点就出发去批发市场，因为那个点去的才是进货的，等到10点多在市场上逛的，大多都是零买的散客了。这就是为什么到批发市场买东西，有的时候比在普通商店里还贵的原因了。第二天我睡醒的时候，老公和小弟已经出门了。我想要做的事情，干脆拿起手机给直属领导打了个电话，说身体不舒服，想休年休假。还好我们单位不太忙，领导关心了几句就同意了，并嘱咐我别忘了去单位补假条。对领导表示感谢后，并表示会尽快补假条，就挂了电话。昨天晚上临睡前，老公给我安排的事情就是网上买睡袋。为啥这是要交给我？因为我有购买经验，多年的网购让我在购物上很有些心得。先上网搜索一下零下70度用多厚的睡袋，但是所有的搜索引擎都没有那么低温度关于睡袋的问答。想来也是，睡袋一般是用在户外，哪个不要命的会选择零下70度的天气出门露营呢？想了想，干脆搜索地球温度最低的人怎么生活，想不到关于这方面的回答和视频还真不少。俄罗斯就有零下70度的城市，而且有人类生活在那里。看视频博主的解说，好像在那个地方生活还挺美的。看来前世那么多人死去，不是说那个温度人类不可以生存，最主要原因还是准备的不够充分。我生活在中国的平原地区，我们这里是农业大省，夏天最高温度38、39度，冬天最冷的时候零下7、8度。
再加上冬天各种的取暖设备，家里都没有太厚的衣物和被褥。想到这里，我的心里忽然轻松了，觉得即将到来的事情也不是那么可怕了。只要吃喝准备充足，保暖物资准备好，我们完全可以活下去。我相信中国人的生存能力和创造能力。前世我可能死得太早了，也许我再坚持一段时间就能见证末世的结束。既然找不到零下70度用的睡袋，那就买最厚的。看得头昏脑胀，最后选定了某冰的，零下35度御寒。买了6条，3条175以下，3条175以上。加入购物袋后才发现，1条竟然要2、3千，6条睡袋竟然花了我小2万块钱了。我不禁感慨万千，末世这就是一场物竞天择呀，有钱人活下来，穷人死去。找客服砍价，磨了多少嘴皮子？哦，错了，磨的不是嘴皮子，是指甲盖。我的指头把键盘捣得冒烟了，最后给我便宜了800块钱。银子腿小也是肉啊，便宜1毛省1毛。付钱的时候果断的选择分期付款，12期。又在网上查查那些户外用品大概卖多少钱，用小本本记下来。就算是批发店里买，也要大概的了解零售的行情啊，要不到时候人家报高了也不懂。搞定这一切，把物资清单上的睡袋给打个勾，以免到最后买迷糊了，要不买中了，要不买漏了。然后用手机进入到各个银行的官方网站，去申请了各银行的信用卡。还好我的工作不错，虽然工资不高，但听着好听啊，应该能顺利的办理大额信用卡。记得当年买车的时候，我们要办理分期，当时办理业务的小伙子一听说我是在医院上班，非常高兴的说我是优质客户，也不要我和老公的大学毕业证了，就上传了我的胸卡就办理了。哎，啥优质啊，还不是认为医院上班的都有钱，其实大多数基层工作的医务人员都是顶着卖白粉的名头，拿着卖白菜的钱。一天就这样忙忙碌碌的过去了。晚上老公和弟弟回家后，他们带回来了一堆的名片，手机上又增加了几十名的微信好友，还有小本子上各种物品的价格。看来今天他们的收获比我要多。简单的吃过饭，我把买的睡袋链接发给他们2个，让他们给点建议。看过后他们没做其他表示，只说等到货了看实物怎么样，反正时间还来得及。姐夫，明天我就直接回郑州了。刚才我给爸妈联系过了，把我们商量好的事情给他们说了。明天我先回去，把我家的房子做加固和保暖。你们找房子的事情也赶紧的办了，虽然还有1个多月，但是要把房子给重新整理好，再加上购物，时间真的还挺紧张的。弟弟很认真的多我和老公说，放心吧，我昨天晚上已经找了几套房子了，跟中介约好了，明天看房子。老公说，我奇怪的看着他，你什么时候找的房子？昨天晚上就找好了？昨天晚上睡不着，就在网上找了，有目标还是好找的。今天中介都和我联系了，明天可以看房。老公说，好，那洗洗休息吧，今天都忙活一天了，大家都累了，赶紧去睡吧。我说。第二天我早早的起床了，把小米和南瓜放到豆浆机里，选择米糊模式，另外一边把电饼铛打开，把买的半成品手抓饼放进去，再打个鸡蛋到饼上面，在饼旁边煎了香肠，最后卷到饼里。如此做了5个，老公和弟弟一人2个，我自己1个。饼做好，那边米糊也成了，一顿快手早餐就做好了，再端上2碟小咸菜，3人一起简单的吃了早餐，就送弟弟出门了。看着弟弟开车远去，我和老公也准备出门看房了。和其中一个中介联系后，我们来到距离我们家有800多米远的另外一个小区。这个小区不大，就10几栋楼，大多数都是7、8层高的多层电梯洋房，最后一排是12层的小高层，其中最上面是买11送12层的复式。看来老公想得很周到，因为有大量的物资要运，老公说他选的这几套都是有电梯的。上了楼才发现还有惊喜，这个楼竟然是1梯1户的，出了电梯厅就是自己家的入户门，同层的邻居进出坐另外一部电梯。这对我俩来说真的是意外的惊喜啊！对视一眼，我俩有默契地绷紧了自己的表情，以免中介看到我们满意的神情会提高价格。入户门还是开发商送的猪肝色大门，进去后发现套内的单层格局是小点的3室2厅1厨1卫，南北2个阳台，已经简单的装修过了。楼上是3个卧室，2个卫生间，再加一个大露台，感觉楼上似乎比楼下还要舒服点。不过楼上的这个露台似乎有些大了，有20多个平方了，楼下对应的是客厅和南阳台的位置，这要是用玻璃全封起来，估计没有几个 W 是下不来了。看了一圈，我装着不太上心的样子问中介这个房子多少钱啊？小伙子打开手里的文件夹看了一眼说，姐，这个房子是2100一个月，押3付6。看我没什么表示，他又接着说，姐，其实这个房子的性价比是非常高了，在咱们这里普通的3室2厅也需要这个价了，现在还多了1层，业主也没加钱。其实他说的这个情况我也知道，在我们这个新晋3线城市租3室2厅就是需要2000块钱，但是他这个房子是有点尴尬的。我们这个城市房价不算贵，刚结婚的小夫妻父母都会买的有婚房，如果家里支持不了买房，暂时需要租房住的小夫妻，人口少，租个2室完全就可以用了。他这个房子上下6个卧室，哪有那么多人口的家庭啊？就算是和父母一起住，3室也够了，租那么大房间住不了图啥呀？图打扫卫生面积大吗？又仔细看了一圈，心里对这个房子的确满意。我和老公交流几个眼神后，对中介说考虑一下，如果可以的话给他打电话。和中介分开后，我对老公强烈的表示了对这套房子的满意和喜欢。老公说后面还有2套，要不要再看看？不看了，就这套吧，哪都挺好的。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房子竟然是1梯1户，和邻居完全碰不到，1层楼就有个安全通道连着，我们把那个消防门一锁，感觉无比的安全啊。下午和中介联系一下，看看这个押3付6能不能改一下，毕竟房间里也没啥电器和家具，就是个空房子，没必要押那么多押金啊。我巴巴的说了一堆，看我真的喜欢，他就表示就这套也行，反正不贵。
好不容易坚持到吃过午饭，我催着老公抓紧时间和中介联系。电话接通后，老公直截了当的对他说：“兄弟，今天上午那个房子的押付条件能不能改成押1付3啊？你看屋子里没家具也没电器的，没必要押3个月的房租啊。我们现在创业，手里的资金还挺紧张的，能不能把房租改成3个月交一次？”哥，这个是业主提出的条件，我还真没办法直接答应你啊。我一会儿和业主联系下，帮您争取一下。对了，哥，我再多问一句啊，咱们租这个房子是准备和家里人住，还是做其他的？中介帅哥的声音透过手机传过来。老公看了我一眼，淡定地说：“我媳妇准备开个美容工作室，放心吧，肯定会很爱护房子的。”老公面不改色地说着谎话。我们可能会对房子再装修一下，地板和墙面都会做隔音，也是为了避免以后客户来来往往的产生噪音，让楼下的邻居投诉。不过房子的格局我们不会动，后期退租的时候也会把屋子恢复原样。这些都麻烦你跟业主提一下，也都写到合同里。如果业主那边没意见，我们可以随时签合同。好嘞，哥，我马上联系业主，您这边的要求我尽量争取到，您等我电话。中介帅哥愉快地回道。挂了电话，老公说应该没什么问题，你休息一会儿，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就行了。听他的话，我安心的去睡午觉了。虽然前世的事情在这个世界还没有发生，但我依然觉得自己身体很是疲惫，容易累。沉沉的睡了好久，梦中的我似乎还处于那个极寒的末世。我以俯视的视角看着我和老公躺在地板上，床上的被子和褥子已经没有了，衣柜也被砸碎了，柜门柜板都不见了，只有一地的木屑。入户门是关着的，但是主卧室飘窗上的玻璃碎了，看来是有人破窗而入了。睡醒的时候，老公正坐在我旁边看手机，看着外面已经没了太阳。我揉揉眼睛问老公几点了，房子的事情搞定了吗？快7点了，房子已经签好合同了，说好了一次性付3个月的房租，1个月的押金，中介的费用1000也给过了。业主我也见到了，看说话应该是在机关单位上班的大哥大姐，很好沟通，说这本来是给孩子准备做婚房的，不过新媳妇嫌弃小区的绿化没有另外一个楼盘好，而且不想要楼上楼下复式的，说打扫卫生太累，就又买了某知名楼盘的140的40户型，这个房子就空着了。10年内这个房子他们用不上，让我们放心的用，而且承诺3年不涨房租，以后每次交房租直接微信转账就可以了。老公说太好了，那你明天就联系人来装修，窗户上的玻璃不换了，从里面加层防盗窗吧。想到梦里的场景，我接着说，家里是不是可以装个柴火炉，到时候也可以囤点柴火取暖，用柴火炉会冒烟啊，到时候被有心人发现就不好了。老公说我有个想法，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行得通，咱们去房子那里边看边说吧。我建议道。开车来到新租的房子，坐电梯上楼的时候，碰到一位从外面回来的阿姨，手里还提着2个西瓜。老公用手挡着电梯门边，热心地问：“阿姨，上几楼啊？”8楼，谢谢你小伙子。说着，又看了看我，问道：“你们是新搬来的？以前没见过你们啊？”“是啊，阿姨，我们新搬来的，这几天可能会装修房子，到时候有噪音，还请邻居们多多包涵。”老公热情地说：“不过我们会避开休息的时间，中午也会给工人安排下午3点后再工作。”看着老公热情洋溢的笑脸，阿姨好像不知道要说什么了，止不住地点头道：“现在的年轻人素质就是高，懂事啊。”电梯停到8楼，目送阿姨下电梯后，我问老公：“刚才阿姨夸我们懂事，素质高，应该是真的在夸我们吧？”“应该是吧，字面上的意思应该是夸的，没听出来话里有其他的意思啊。”“哎，咱们中国的文化的确是博大精深啊。”我感慨地说。打开门，我兴奋地直奔厨房位置，里面只铺好了地砖和墙砖，橱柜还没做，厨房门也还没装。在餐厅的位置，我比划了一下，就在这个位置，柴火炉装这里，然后用一根管子把烟囱连到厨房抽油烟机的烟道中，这样不就看不到烟了，也不会把房间熏黑。可以啊，这个想法不错，给小弟也说说，让他们也在楼上搞一套，到时候既可以做饭又可以取暖。6月15日，天气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7度，诸事皆宜。今天开始正式找工人装修房子，我要求工人在全屋的墙上都贴上15公分厚的岩棉保温层，外面一圈墙全贴，内部非承重墙贴一面，贴完岩棉保温层，再加一层汽车门上装的那种隔音棉，地上全铺上阻燃的3.5毫米厚的隔音毡，再安装吸音棉和减震砖，用在奥松板固定，再铺上一层隔音毡后封阻尼隔音板，最后铺上地毯。听完我的要求，我觉得几位工人看我的眼神都变了，他们心里肯定觉得这是遇到变态了。我这么一番操作下来，层高至少少了10公分，屋子里的面积也因墙面变厚而变小很多。我觉得我还是有必要提醒一下，你们这是准备做 KTV 吗？就算是做 KTV， 也没必要全屋贴岩棉，我干这行10几年了，从没见过如此要求的，这个后期对身体也不好。工长面部很是纠结地对我说。本着听人劝吃饱饭的原则，我表示很认同他的观点，但我还是认真地对工长说，师傅，跟您说实话吧，我这个屋子是打算用来扮成人舞蹈班的，所以这个静音方面一定要做到最好，这个事情还请师傅不要外传，以免邻居投诉，我这个工作不好开展。不过您说的也对，15公分的岩棉实在是太厚了，就用5公分厚的保温板吧，外面再加一层隔音棉。您看这样改能不能行得通？我征求他的意见。也许是我听人劝的态度打动了他，这次他只是低头想了几秒钟说，可以，没问题，能做。和工长签好合同，5天完工，工费加材料费一共4.8万，只做楼下一层，先交2万定金，余款最后结。静音的事情解决了，还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窗户上安装防盗窗的问题了。其实也想过做防弹玻璃的，但是房子总归不是自己的，把玻璃全换了，投入成本太高。找了一家做防盗窗的店，老板带人量过各个窗户的尺寸后，最后算的总价格还是让我的心在滴血，房间多了没好处。最后和老板商定，楼上的所有窗户直接给我用一块铁板焊上，楼下的安装防盗窗，好歹省下一点。
入户门和楼上通往露台的那个门，我准备全换成银行金库用的那种门，厚度20厘米，而且我强烈要求老板给我做成猪肝色。对于我这个想法，老板很是不解，那么漂亮的304不锈钢门为什么要刷成猪肝色？对此我也懒得解释了，这2天谎话说的有点多了，不想再费脑子了，就当我是没有问题吧。一直弄到了晚上10点多才从卖门的店里出来，很累，但好歹所有的事情都已经搞定，就等几天后上门安装了。晚上回到家又和弟弟打电话沟通了一下，告诉他我这边的进展，同时也问问他那边的情况。对于我把楼上那层窗户全焊死的做法和安装柴火炉的想法，弟弟认为很完美，他也准备那么做。他住的房子和我租的这套房子差不多，不过他的是多层，买6送7，没有电梯。楼下3个卧室加1个书房，楼上2个卧室。我感觉你家那个露台不太安全，和另外一家的离得太近了，而且有心人完全可以从房顶爬过去。我对弟弟说，这个问题我也想到了，现在还没想好怎么解决。弟弟说，要不你和弟妹回来吧，和爸妈一起来我这里住，我这边上下6个房间，而且有电梯运送物资也方便。我对弟弟说，我考虑考虑吧。姐夫那边他爸是怎么说的？去你们那吗？弟弟问。别提了，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姐夫家的情况，他爸的心思全在他弟身上。前几天你哥回去和他一说情况，他刚开始不信，后来还是他弟弟劝几句，他爸才相信真的会有末世，直接给你哥撂话了。我也没啥东西能帮你的，城里我也住不习惯，我跟着你弟弟在老家住，家里粮仓里那几千斤粮食连提都没提，你哥给他爸留下了2万块钱，住了1夜就回来了。唉，弟弟叹了一口气，挂了电话。等老公洗漱完，我把邀请弟弟2口子和父母一起来住的事情和他说了，对此他没什么意见，只说大家在一起也好有照应。6月16日，天气晴，气温最高34度，最低28度。老公假期用完了，继续上班，我的任务就是出门做被子，找到一个翻新羽绒服定做羽绒被的地方，问价格。羽绒报价是30块钱1两，那1斤就是300块钱，背心皮还要再额外花400块钱买。我心里默默地算了价格，真不便宜啊，感觉和买一个也差不多了，但是买成品没有太厚的。我对老板说我要做12条羽绒被，每条10斤绒。正在吃油条豆浆的老板直接喝呛了，我清楚地看到他刚咽下去的那口豆浆从鼻子里喷了出来，又流到他的碗了，然后他就开始不停地咳咳嗨嗨。好不容易等他咳够了，他拿纸又使劲地哼哼鼻涕，就把豆浆碗放到了一边桌子，然后他正色地说道，一条被子冲不了10斤绒啊，我有点傻眼了。你可以做成子母被，这样也更实用。老板说，子母被？老板你有没有搞错，我要做12条啊，你都让我做成子母被，那不是我还要再多买12条背心皮，这一下我就多花了4800块钱。我有点暴躁地对老板说，看我有点上火了，老板赶紧说，美女你先别急，我话还没说完，你先听我说，你做的的确是多，说实话我开店这么久就还没见过像你这样大的客户呢，我给你优惠，大优惠。老板赶紧的安抚我，听到有优惠，我烦躁的心瞬间的平静下来，我静静的看着老板，等着他说的大优惠。看我安静的望着他，老板说，子母被我只收你1条背心皮的钱，另外1条我送给你，怎么样？还有其他优惠吗？我本来就只打算做12条被子的，是你非得让我做成子母被的，我有些不满的对老板说道，我觉得那个被子新的皮要200都是多的。看我不甚满意，老板最后咬咬牙说道，1两羽绒我再给你便宜2块钱，我那可是正儿八经的95白鸭绒，现在是淡季，本来就没多保。我在心里默默地算了下价格，感觉还可以了，这样一个被子又省了200块钱，12条被子就是2400，老板还蛮有诚意的。现在可以做吗？我问。可以，不过我现在店里羽绒不够了，需要去库房带，咱们先坐着，后面的羽绒半小时就到。老板说行，我看着做呀。我说那肯定的呀，称羽绒的时候还要你看称呢，咱们这都是老街坊，该多少就多少，不会缺斤少两的。老板又打电话叫来2个工人，3台机器同时进行，每个要充绒，过秤的时候都让我去看着，然后倒到一个大桶里，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的填满。做好一套被子，老板放到一个密封袋里抽成真空，做好一个抽一个，看着快，但是12套被子做好还是到了吃中午饭的时间了。我爽快地付给了老板38400块钱，他热心地帮我把被子全放到后备箱里，能全装进去。我现在开始觉得时间不够用了，啥物资都还没准备呢，就做个被子我竟然可以做一上午。虽然我只是在旁边站着看，啥活没干，但还是觉得累得不行了。中午约上老公去吃螺蛳粉，到末世后这些味道大东西就吃不上了，还是趁这段时间多吃几顿吧。物资的疯狂准备。吃饭期间接到快递到达的通知，看下购买记录，确定是买的睡袋到了，急忙和老公吃完饭就把快递取回来，打开了其中一个看看，果然是知名的户外品牌，做工很是不错，可惜现在天太热了，没法真实的感受到零下30度的睡眠体验，不过老公还是进去试了一下，感觉还挺舒服，就是有点热。把照片给弟弟拍了过去，等不及回消息，我就把电话打了过去。我问弟弟跟父母以及弟妹商量了没有，对于我之前提的一起住是怎么说的。弟弟说，姐，我跟爸妈商量了，还是觉得分开住比较好。你看你那边6间房，我这边也算是6间房，不论是住在哪里，我们人是可以住得下。但是如果在同时存放6个大人加一个小宝宝所需要的所有物资，咱们这2套房子都是不够用的。因为不知道后期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多储存物资。仔细的想想弟弟说的话，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不论是他的房子，还是我后来租的这一套，如果想几口人住在一起，剩下存放物资的面积的确是很紧张。那你楼顶露台那个地方，你想好怎么处理了吗？我问弟弟。想好了，我准备把楼顶和露台上方全部用高压电网围起来，楼顶露台的门和你们一样做成银行金库门，而且我家的玻璃也全换成了银行那种的防弹玻璃，你放心吧，姐，我会保护好父母和你弟妹的，你和姐夫也要保护好自己。弟弟说，
好吧，既然你们都商量好了，我也没啥说的了。我们这边还有几天就可以完工了，你和你姐夫啥时候去买东西？有些需要网上买的我一起下单买回来。被子我也做好了，你不用再准备了。和弟弟通完电话，感觉到心里有片刻的迷茫，双方父母都不和我们一起，感觉有那么一点的孤单。末世后就剩我和老公一起相依为命了。接下来的日子就是疯狂的买了，在网上下单了4个日夜两用的超轻望远镜，4个户外多功能冰工铲，露营开山斧也买上4把，没有打火机买了20个，小东西丢了不好找，多备几个。这些东西就当是买来防身的吧。又在万能的朋友圈中联系上一个卖刀械的，他那里竟然有弩，可以用来狩猎的那种，花大价钱买了4把弩，还有配套的剑，付好定金，约定在一个地方当面交货。卡式炉买了10个，给父母那边6个，我留4个。配套的各种锅具也准备了几套，最重要的是瓦斯罐，一箱60罐的320元，一罐可以燃烧2小时。算了算用量，如果简单的做饭，一箱基本上可以用2个月，但是天气特别冷的情况下，肯定燃气用量会增加。准备两边买50箱的瓦斯罐，父母那里30箱，我这里留20箱。在某批发网站找到批发厂家，最后谈到271件，下过定金，30箱直接送到弟弟那里，20箱送到我这里。这段时间花钱花的是爽快，余额像流出去的水减少，但是看看买过的订单，心里又是满满的安全感。末世后我们就靠这些赖以生存下去了。10天后，租的房子所有改造完成，门窗也全部弄好。去检查的时候，楼上的窗户用的全是5厘米的钢板封死了，对此我很是满意。新装的门也按照我的要求刷成了猪肝色，每项都符合我的预先设想。爽快的付了尾款后，我和老公开始偷摸的往这里运物资。第一个先运的就是已经到货几天的瓦斯罐，因为体积太大，为了多在物流点多放几天，我特意给物流点多付了几百块钱。所有的箱子全用尼龙编织布包好，趁着晚上没人的时候，一点点的往楼上运，全放到楼上。我担心放在一个房间里不安全，特意每个房间都放几箱，分到几个房间里。又过了几天，弟弟回来了，和老公2个人拿着本子不停地写画画的，整了一上午，直到我做好饭叫他们吃饭，2个人才从茶几前站了起来。吃饭的时候，我好奇地问他们一上午的时间是在干嘛的。弟弟说，我趁着这段家里改造的时间，在郑州的批发市场上多转转，又联系上几个厂家，把我们需要的数量给他们报上，谈了谈价格，都记在了这个本上。回来和姐夫商量一下，剩余的那些物资是在哪里买比较好，从这边买运到郑州需要运费，从郑州买运到这里还是需要运费，我们就合计下怎么买。那你们合计好了吗？我问。商量好了，还是在各自的城市买比较好，批发商那里报价差不了多少。还有姐，咱们穿的衣服你还是从网上买吧，每人从里到外，从上到下都准备5套，你弟妹的不用买，我让她自己买，她现在怀着孕，身材变化比较大，让她自己看着喜欢什么样的自己买就行了，但是爸妈还有我的需要你帮着买。弟弟说，好嘞，没问题，包在我身上，花钱这方面你放心，你姐我绝对的会，我拍着胸脯保证。行，那我们就各自行动吧。弟弟说完，拿着手机摆弄了一会儿，我听到手机的语音播报，支付宝到账5万元。我拿着手机一看，是弟弟转的。你怎么给我转钱了？我这还有不少呢。我说，拿着吧姐，我大概也知道你们手里有多少钱，现在准备物资还是多多益善。再说你最近也给我们买了不少东西，我也没给你提钱的事啊，咱姐弟俩就别客气了，打道。送弟弟走的时候，我把准备好的睡袋和抽成真空的8条羽绒被全塞到他的车里，又挤眉弄眼的把包的严丝合缝的2把弩和剑塞给他。他迷茫的看着我的搞怪，等他明白我给他的是什么东西后，他惊喜的说，姐，你也太能干了吧，这种东西你也想得到。我得意的对着他吹个没声音的口哨，叮嘱他小心开车，就送他离开了。晚上开始在网上查询各种极寒天气下的穿衣攻略，以及哪个品牌的好。老公坐在旁边拿着本子记着。后来还是决定贴身穿秋衣秋裤，保暖衣保暖裤每人买10套，外穿的冲锋衣、防寒服、特厚的鹅绒羽绒服每人准备5套，内裤全部买成一次性的，就按照每人500条准备，这东西穿脏了直接扔，还可以烧火暖和一下。袜子更是要棉布的、毛的、夹棉的，每人每样准备200双，各种厚度的手套都准备上，连工人干活的那种白色棉线手套都准备上。除了防寒服、冲锋衣、羽绒服、棉靴这些买查阅好的品牌的，其他统统在批发网上买。地址直接下成2个，弟弟的地址和我的地址。为了安全起见，全部物流点字体，不需要送货上门。这几天天气越来越热了，还不到7月份，温度竟然高达39°C38度。和往年3伏天的热还不同，3伏天是湿热，这是又干又热，感觉人是在被火烤着的感觉。和上一世一样的经历，当时只觉得天热的不正常，谁也想不到极热后会是极寒。假期休完了，我不得不认命的继续工作，毕竟还有1个月的工资可以拿。白天努力工作，晚上上网消费。就在之前40多万花的差不多的时候，爸爸又及时的给我又打过来30万，我知道这是父母把银行里的存折取出来了。真不敢想象，如果不是有父母经济上的支援，我就算重生一次，可能还得落个饿死或者冻死的结局。房间改造完成后，我和老公忙疯了，我在网上疯狂的买，老公则是每天的跑批发市场，用尽大货的架势去购买物资。基本食物，10公斤重的大米50袋，10公斤的面粉50袋，花生油5升的30桶，生抽1澳的30桶，醋1澳的20桶，老抽500毫升的10瓶，耗油1澳的30瓶，盐直接搬了2件。速食，袋装的泡面各种口味的20件，自热小火锅就各种口味的，肉的素的放一起也准备了20件，自热米饭也准备20件，火腿肠20件，箱装牛肉10件，午餐肉罐头100罐。各种干货，虾米、海带、木耳、香菇、腐竹、豆皮、粉条、干百合、粉丝、紫菜等每样也准备10包。调料，火锅底料、芝麻酱、花生酱、香油，每样买3件。
花椒、八角、料酒、番茄酱、沙拉酱、白糖、红糖、淀粉，每样买上1件，酵母粉50包。4. 日用品：洗发水40瓶，牙膏50条，洗洁精30桶，香皂50块，卫生纸1包12提的买了5包，肥皂100块，保鲜袋20卷，保鲜膜10卷，蜡烛500根，5号电池500个，7号电池500个。东西太多了，不能直接拉到家里，太显眼了。我们只好在物流中心租了一间仓库，让商家把货全部拉到那个地方。有人问我们这是干什么的，我们给的统一回答就是做超市的仓库。看着仓库里满地的物资，心中安定了很多。可是这也太多了，饮用水还没有买，我真的怕楼板被压塌了。老婆，东西不能这样放在楼上，地方不够。你现在上网买20个货架，就像超市的那种，物资运到楼上必须按品类放到货架上，要不然用的时候不好找。而且楼上面积也没那么大，老公对我安排着。我一会儿回去就下单，先把这些东西慢慢的往楼上搬吧。咱们这边提前弄好，你去弟弟那帮几天忙吧。咱2个人都买了这些东西，弟弟要准备4个人的物资，他们还没有电梯，爸妈又在老家，也不知道他一个人怎么往楼上搬。我对老公说，行，我都算好时间了，也和弟弟说好了，你给弟弟那边一起把货架也买了，他一个人操心的事太多，别想不到了。我和老公2个人像蚂蚁搬家一样，一点一点的把仓库的物资往楼上运，每次都把物资搭配着拉，比如每次都会带2袋米、2袋面，再搭配点其他东西。就算是碰到邻居了，他们也只会以为这是日常的基本生活所需，就是一次稍微买多一点，不至于想到其他地方。做这些事情的同时，我又在网上注册个新的微博账号，去大博主下面发评论，建议大家多囤物资，今年可能会有极寒天气，又给几个姨妈和走得比较近的亲戚，还有几个好朋友单独打了电话，还是建议多囤食物和冬天保暖的衣物。就是平常在和同事聊天的时候，也会说些这方面的内容，就是希望有些人能往心里去，多少囤些东西。不管能不能帮到其他人，我就当自己买个心安吧。我爸在店里大力的处理货物，真的只求清货，不求赚钱。别人问我爸这是做啥呢？生意不干了。我爸就一律的回答说，我闺女有个气象中心的好朋友，人家说了今年会有极端天气，先是极热，然后就会突然降温，极寒天气。我现在把东西处理了，买食物，买棉衣。我爸说的是实话，可是没人相信，他们更相信我爸是为了在夏天能卖掉冬天的棉鞋才这么说的。我想我爸应该是和我一样，希望能多救几个人，也让自己的心里能过得去。还有肉类的没敢买，现在天气太热了，家里的冰箱放不下，和老公商量了一下，决定买几个大冰柜。虽然这些冰柜到末世后和普通的柜子没差别，但是我们现在需要啊，没冰柜肉类的根本没法买，半天就可以臭了。真要等到极寒天气来了再买，买到买不到是一回事，到时候价格肯定也会疯涨的。最后我和老公决定买5个全冷的冰柜，740升的，5个这么大的足够我们用了。店里送货很快，5个冰柜包装不去，直接放到了客厅和餐厅的位置。我们准备自己往楼上搬，因为楼上已经放了不少物资了，不敢让师傅上去。看着送货的2个师傅热衣服全汗湿了，我和老公多付了500块钱的人工钱。送货师傅很是意外的对我们表示感谢。生活在购物和搬货的忙碌中，很快到了7月，我和老公开始在各个平台，美团、支付宝、百度借款，我办的信用卡也都下来了，额度不算太高，最多的是8万的，少的有3万的，不过几张加起来也有22万的额度了，再加上各个平台的，我和老公的账户上又多出来40万。冰柜3个放在了楼上，另外2个分别放在了南北阳台的位置。我和老公准备直接买头牛请人杀，去养殖场买了一头1500斤的公黄牛，用了2万块钱，请养殖场的老板介绍个杀牛的师傅，给了师傅800块钱。这个过程我不敢看，虽然我喜欢吃牛肉，但是杀牛我还是觉得残忍。师傅用了1下午的时间把牛杀了，又给我们分割好，肉是肉，骨头是骨头，每个不同部位的肉用袋子分开装，袋子上还给贴上了标签。师傅这活干的是真漂亮。最后结账的时候，老公又准备了2盒中华烟答谢他。晚上我和老公拉着700多斤的牛肉，还有一副牛下水，直接回租房子的地方，赶紧的冻上，再晚了就怕坏掉。第2天去经常买羊肉的地方订了20个羊筒子，不要太大的，就要20斤左右的，太大的不要。约定好第2天早上去拉猪肉，我们一样决定自己买猪，找人杀。最后经朋友介绍找到一家农家乐卖土猪肉的，据说这家的猪不喂饲料，喂的都是吃不完的红薯、萝卜、白菜、冬瓜、南瓜之类的蔬菜。我们去到地方，老板说猪还不到出栏的时间，现在才160斤不到，等到了冬天可以长到200多斤。那现在1头猪能出多少肉？我问老板，他低头默默地算了一下，说大概110斤，不过我们现在一般不卖，不划算。老板说，老公想了一下说，老板，我说个办法，你看成不成？我也是农村出来的，知道你现在卖猪不赚钱，这样每头猪我按照180斤的价格给你，价格我按照现在市场价再给你每斤加1块钱，你看怎么样？老板又是低头深思了几秒钟，就爽快的答应的了。最后我们挑了8头稍微大点的，按照老公说的价格过了磅，依然是请人杀。听了1下午的猪叫，其中的4头老公让杀猪的师傅分割好，一袋一袋的装好，另外的4头都分割成2扇。最后老公从手机软件上找了一辆冷链运输车，把这8头猪全部拉走。到市区后，我们把分割好的肉搬到自己车里，确定其他的肉放车里1夜没问题，就和师傅约那4头猪先不卸货了，第2天再用1天车跑一趟郑州。我奇怪的问老公，这些肉现在就送过去吗？先送去一趟，事情多，一样一样的做，咱们从这边送肉，送货师傅也是这边的，到时候爸妈那边也可以安全一些。老公说。我很奇怪的问老公，既然从外地找师傅往家里送货安全，当初干脆我们帮弟弟采购，然后从这边送到郑州家里，让弟弟从郑州给我们采购，再送到这边就行了，这不是都安全了吗？听完我说的话，老公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看了我一会儿，大概是觉得我的想法比较清奇，或者觉得那也算是一种好办法吧。晚上我把事情告诉弟弟，对他说赶紧的买几个冰柜，明天要给他们送肉。
弟弟听说的送的数量后，很是无语的对我说：“姐，咱以后能不搞突然袭击吗？”知道了，知道了。还以后谁有空给你天天送肉啊？明天早上商场一开门，赶紧的去买冰柜，别到时候肉松到了没地方放。要是肉的量不够，你就自己再去买些补充上吧。我对弟弟说。第二天，老公4点多就起床了，你怎么起这么早？我问老公。我先去租的房子那里拉200来斤牛肉，再和司机会合一起去拉羊筒子。这样一来一去也要耽搁不少时间了。送他出了门，我又回去睡了个回笼觉，想着他下午4、5点就能回来，谁知道等到晚上10点多才听到开门的声音。怎么回来这么晚？有什么事吗？我担心地问老公。没事，早上到他们小区时，弟弟去买冰柜还没回来，就弟妹一个人在家，我就和司机在楼下车里等了1个多小时，弟弟直接领着送冰柜的师傅一起回来的。这个师傅不错，看弟弟那里没有电梯，还帮着我们把东西抬上去，弟弟车里的10袋米、10袋面也帮忙弄上去了。中午吃过饭，弟弟又去海鲜批发市场买了不少冷冻海鲜让我带回来，东西不少呢，我也没顾得上看都啥东西，让冷链车的司机给我拉到物流那个仓库，等他走了之后我才给拉到楼上。晚饭吃了吗？吃了，弟弟请的。此外，弟弟又给司机多付了1000块钱，说是感谢他今天帮忙搬东西还有带海鲜回来的事情。日子在忙碌中过得非常快，转眼间已经到了7月份的中旬，距离上市极寒天气到来的时间只有10几天了。在这中间，老公从我们这边找了5个工人带到郑州弟弟那里，帮弟弟把购买好的物资全部搬到了楼上。有工人问怎么买了这么多的东西，老公指着自己的脑袋说，我小舅子这里有问题，非得说世界末日要来了，会很冷很冷，要多囤吃的和穿的。你看买了这么多。其中一个工人说，我还真在网上看到了这种言论，不会真的要末世了吧？我家粮食还没卖，要不我去买几套厚衣服。有人嗤笑了一声，你看这天气能热死人，像是要很冷很冷吗？那个之前说话的工人很是不服地说，你往年见过这么热的天吗？有的地方都开始热死人了。你这么一说，我还真的相信网上的末世论了。不管你们怎么做，反正我回去是要准备些东西。最后运到楼上的是一批木头，老公跑到很远的地方拉回来的，有好几吨。平铺放在了楼顶的露台上面，又用黑色的防水布给盖上。在这之前已经买了几千斤的无烟炭，分放到几个房间里。柴火炉买的成品，不过安装是老公自己装的，怕引起火灾，还专门在炉子下面垒了一个防火台，这样就不怕柴火把下面的隔音装置给烧了。所有的事情做完，我和老公先去了我父母家里，想陪陪他们，真的到末世了，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好好的。顺便把我给他们买的一些东西带过去。妈妈对我很是不放心，担心我不能照顾好自己，又搂着我哭，说如果不是弟妹怀孕了，需要她照顾，她是真的想和我一起，又偷偷的交代我，一定要注意安全措施，这个阶段不是要孩子的好时机，先要保护好自己，孩子的事情等情况稳定了再考虑。在家的这几天，爸爸也拉着老公聊天，大致内容还是闺女就托付给他了，以后有什么事情2个人商量着做，不要吵架，也不要轻易的帮助别人，人心最是难测，一切以安全为主。相聚的时间总是短暂，距离末世只有1周了，我和老公催着父母赶紧的去郑州弟弟那里。这段时间，爸爸总是在店里对来买东西的顾客说要有极寒天气了，怕走得晚了被有心人给惦记上，还是提前去弟弟那里，到时候别人都知道家里没了人，没吃没喝的时候也不会来我家捣乱了。于是爸爸就把店门锁上，家里的每个房间都上好锁，和邻居们都打过招呼说要去郑州看儿子儿媳，就高调的开车走了。大妈开车一走，我也和还在外面站着的邻居打过招呼，就和老公开车走了。我们没有回自己家，而是先开车去了他爸那里，买了2件的花生油和5袋的大米，车上还有我在网上给他爸买的3套羽绒服和厚棉裤。不论他对我们如何，我们该表示的还是要表示的。到他弟家后，他弟和弟媳边把东西往屋子里搬，边问哥嫂子，你们准备了多不多？我们家麦子还有几千斤，我们就买了一些厚衣服，其他的好像也没啥买的，你们要是买的多，到时候我们缺东西了还得哥嫂子你们帮我们点。家里有柴火没有？买没了没？我问弟媳。没买没，现在用的是液化气，早不用没了。柴火也没有，不过要用的话到处都是，咱农村树多，想要多少柴火都有。弟媳回道，我们准备的东西也不多，都是按照我和你嫂子2个人的用量准备的，我劝你们还是多买些物资，煤球也多买点，至少按照1年的量买，柴火也多准备，到时候都没有了，就那些树不够大家砍的。老公在旁边对他弟说道。我拉着弟媳走到一边对他说，其他的不准备可以，但是卫生巾和卫生纸可千万别忘了买，你哥给你们说的事情都是真的，一定要把能想到的都准备上，要不然到时候再买，价格贵是一，能不能买得到还是一回事。在他们家吃过晚饭，我和老公没有停就走了，距离末世还有7天了，他们要是把我们的话听进去了，能准备不少的东西，听不进心里的话，那就顺其自然了。最后这几天，老公向单位请了事假，买了一堆的 U 盘，在网上下载我们2个喜欢的电视剧、电影和综艺节目。我负责最后物资的准备，药品，这是在末世必不可少的东西，治感冒的、发烧的、咳嗽的、腹泻的、冻伤的药品都是必须的，在那个环境，末药会死人的。最后我各种药品采购了近10万块钱的，这还是进货价，如果去社会药房买可能还要再贵个2、3万。为了以防万一，我连儿童的各种药品也备齐了，这些药品弟弟那边早已经找人准备好了，所以我不用操心了。同时我在网上下单了2000个各个阶段的尿不湿给弟弟快递了过去，这算是我送未出生的小侄子或小侄女的礼物吧。距离末世还有3天的时候，我和老公拉着行李箱，在早上别人都出门上班的时候戴着太阳帽，太阳镜出门了，果然等电梯的时候碰到邻居送孩子去上学，看着我们的装扮，他热情地打着招呼说，这是准备出门旅游啊？是啊，天太热了，我和老公准备去山里避避暑，我大声地回道，就怕还没出门的另外2户邻居听不到。末世前3天，
招摇的从小区里走出去，我和老公开车在一个僻静的小路上等了1个多小时，算着时间，上班的、第一波兴趣班的都走了，我俩才去租的房子那里。虽然在这里生活难免会被楼下的邻居知道，但是我俩还是觉得少和别人打照面比较好。顺利的进到屋子里，我俩长舒了一口气，有种做贼的感觉。接下来不知道多久的日子里，我俩将在这里度过，也许可以坚持到末世，迎接新世界的到来，也许默默的死去。趁着现在用水用电都方便，我和老公开始加工买来的食物，蔬菜类都是头一天新买的，现在天气热放不住，我和老公决定全部做成半成品冻起来。筹划了几分钟，我和老公决定先包饺子，猪肉大葱馅、韭菜鸡蛋、西葫芦鸡蛋、黄瓜鸡蛋、胡萝卜羊肉、猪肉芹菜、羊肉大葱。总之，现在对我们来说，万物皆可包。除了放一部分耐放的根茎类蔬菜，叶类青菜过水煮了之后放顶楼晒成干菜，其他的过水煮或蒸或用盐杀水后，全部用保鲜袋分成1顿的量冻起来。这样虽然没有新鲜的口感好，但总算能在那个冰天雪地的世界里吃上绿色蔬菜了。水果同样冻起来，咱中国的东北的特色食品不就是冻水果吗？现在市面上能买到的水果全都买回来冻上。虽然客厅的大空调开着，但是我俩依然忙得满头是汗，活太多了，人太少了。中间和爸妈他们视频，和我们一样，他们也在屋子里忙着把不耐放的食物加工成半成品，包饺子、蒸包子。看到爸妈，想到以后的日子，我有点想哭，真的想和他们在一起，但实际情况也的确不允许，因为上辈子真的死得太早了，不知道末世要持续多久，那样的话可以有计划的存物资，现在只能利用起所有的空间多存东西。我要是有个空间就好了，心里感慨着，边和爸妈聊天，手里还继续不停地干着活。就这样忙了3天，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晚上吃过晚饭，我和老公把客厅的空调关上，坐在客厅里玩着手机，等着末世极寒的到来。渐渐的，我们感觉到身上有了些凉意，看看时间，晚上7点，上一世就是这个时间。我们从饭店里出来，发现降温了，然后我们果断地结束当天的活动，各回个家。现在想来，如果我们晚上继续坚持做头发，估计结束后我们可以直接冻死在路上了。我和老公把买的棉睡衣拿出来穿上，把厚褥子和羽绒被也拿出来准备好。这时手机上弹出来寒潮天气预警，说因为拉尼娜现象，现在将有一股冷空气迅速地席卷全国，预计最高降温达50度，提醒各位市民不要在外逗留，请迅速归家。看了看屋里的温度计，13度，这降得真够快的。今天白天最高温度可是48度，已经接近中国有史以来最高温度49.6摄氏度的记录了，估计在赤道附近的热带国家会更热。不知道那些国家这几天又会有多少人因为高温丧命的。我和老公翻着手机，看着各个群里面不停蹦出来的信息。突然我电话响了，是云伟表哥。我不知道该不该接，毕竟都这个时候了，说什么好像都晚了。电话不停地响，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犹豫了半天，我还是按下了接听键。喂，电话那头传来表哥急切的声音，明慧，你前段时间说的那个事情是真的？真的要有极寒天气来了吗？我们这边现在温度已经降到了15度，我都告诉你们了，谁让你们不相信我？那现在该怎么办？我们什么物资都没有准备。今天温度不会降到0摄氏度以下，空调应该可以制暖吧？把今天熬过去，明天出门抢物资，不论多少钱，我对他说。这时候各个群里的消息也不断的蹦出来，其中家族群里和相亲相爱群里都有人在艾特我，说原来真的有寒潮要来了，看来我没有胡说。看着他们在群里东扯一句西扯一句的，明显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想了想，我在群里发了一段话，寒潮会继续，但是今天的温度不会太低，希望大家明天早全家出动去买食物、水、衣物、药，能买多少买多少，不要论价格高低，有东西就买。把这段话发到2个群里后，我就选择了退出群聊，反正能说的我都说了，再留在里面也是徒增烦恼。我操，前几天我还说这天气能热死人，来场冷空气吧，这还真的来了。冷我也不怕，冷了我可以穿厚点，但是那个热真的让人受不了。就是啊，冷不怕，我已经把我们家的地暖打开了，明天就热了。我家的是暖气片，刚开半小时，现在屋里温暖如春。之前那个小区业主群里不断有消息蹦出来，大家聊得很是热闹，我和老公猫着潜水，一句话不敢接。晚上11点，我和老公脱衣服上床睡觉，缩在他怀里，现在的感觉真的很好，一房子的物资给了我底气，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就是人性了。老公，你和爸说我们现在的住址了吗？没有，安静了一会儿，老公回答我，我知道咱爸的心不在我这里，如果他们来了，一旦食物不够吃了，你会是第一个被放弃的。我不能对不起爸妈给我的托付，我要照顾好你。我的眼睛有些湿了，之前我一直嫌弃他唠叨，嫌弃他事业不成功，但是经历过上一世我才知道，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心里有我，他可以忍受饥饿将食物留给我，这辈子只要他不背弃我，我将不离不弃的和他一起面对所有的灾难。一夜好眠无梦，还好当初听了做被子老板的话，做成子母被，昨天晚上盖一个6斤的羽绒被，还感觉有点热。把胳膊伸到外面，已经能明显的感觉到了冷，迅速的穿上棉衣棉鞋，掀开窗帘的一角看外面，一片白茫茫的世界，墙上的温度计显示零下3度，真够冷的。昨天白天最高温度将近50度，下降这么快，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昨天晚上没撑过去。把之前冷冻上的包子拿出来几个放到锅里，又捞2个了泡了一夜的茶叶蛋，再打上2碗豆浆，我和老公美美的吃了一顿早餐。吃完饭，我俩决定再出门买些食物。其实现在什么都不缺，但是想出去看看。我和老公穿上长款的羽绒服、雪地靴，又一人拿一条厚围巾围在帽子的外面，把嘴巴和鼻子全捂上，就剩眼睛露到外面。穿成这样，估计站在我妈面前都不一定能认出我来。到小区门口的超市，熙熙攘攘的全是人，大家全捂着厚厚的棉衣，脚蹬棉鞋，手里提着大米面粉、蔬菜，大部分人都是在购买食物。粮油区的架子上，有的地方已经空了，理货员在不停地把还有的物资补充到货架上。一些年轻人的推车里拿的多是速食食品。大家对这次的寒潮想的还是很乐观，总觉得会很快结束。
我看老公贼眉鼠眼的拿了几盒东西放在篮子里，上面还盖了几包胡辣汤料，也去结账了。我随手拿了几包零食丢在老公拉的篮子里，毕竟买的物资够多了，这些东西还是留给有需要的人。就去门口等他，里面人太多了，站着不动感觉就碍事。我们提着东西慢慢的走回去，雪有3-4厘米厚，才在上面咯叽咯叽的响。因为天气变暖的原因，已经好多年没见过这么大的雪了。如果不是知道后面会发生的事情，我可能会像走在我们前方的那对小情侣一样兴奋。我们再去商场里逛逛吧，过了这几天就没法出门了。我对老公说，先把东西送回家再去吧。他搂着我的肩膀说。开车来到我们这里最大的商超，热闹非凡，有种要过年的既视感。大家不要钱的买物资、吃的、穿的，特别是童装店、童鞋店，那是需要抢的。店员卖力的把之前卖剩的棉衣、棉鞋往外搬，大人之前的衣服还能穿，但是孩子长得快，外面的大羽绒可能还能穿，但是里面的贴身衣物大概是小了。热闹的各种声音，唯独没有讲价的声音了。我和老公享受着这份热闹，感觉真的很好。人是群居动物，漠视那种萧条让人感到崩溃。进入超市，找一辆推车，我们在里面慢慢的逛着，逛到调料区，拿了10几包的简装白胡椒粉，这之前漏买了，又把架子上的不同牌子的袋装的拿了10包。蔬菜区称了20几斤的生姜，我们的行为看愣了旁边正在装土豆的大哥，他特意伸头过来看看生姜的价格牌，摇摇头，看傻子一样的看我们一眼，又去抢他的土豆去了。我和老公对于大哥的行为感到很可乐。我老公故意的大声说，天这么冷，回去多喝点姜茶，别降温太快感冒了。我知道老公是在提醒大哥，希望他也能买些生姜，或者能想起来去买些感冒药。我们买了些别人没有在抢的东西，就准备结账走了。我先去收银台外面等着老公，又看他在收银台旁边纳了几盒东西一起结账。等他出来，我问他最后买的什么东西啊？他贱兮兮的对我笑笑说，回去就知道了。临近中午，感觉气温更低了，拿出手机看看天气预报，此时温度零下8度。和老公回到家，上楼的时候又碰到了之前碰到过的那个夸过我们的阿姨，打了声招呼，不过她应该没认出我们。阿姨手里拉着买菜的小车，看我们手里提了大堆的零食，好心的提醒我们，光买零食还是不行的，年轻人要学着做饭，这次寒潮估计要一段时间才能结束，还是要买一些米面。我谢过阿姨，并表示家里已经买了1袋米1袋面了，够吃了。回到家里，因为第一次回来时就把客厅的大空调打开了，屋子里还是很暖和的。换过衣服，老公就去厨房做饭了，我铺个毯子在客厅，靠着个大熊，又盖了个被子，舒舒服服的窝着看平板。1个多小时过去了，老公端出了2菜一汤，一个蒜蓉油麦菜，一个青椒炒肉丝，番茄蛋花汤，还有香喷喷的大米饭。屋子里全是饭菜的香味，和外面的冰天雪地相比，在自己温暖的小窝里吃着有热腾腾的饭菜和汤，现在我觉得自己无比的幸福，最暖还是烟火气啊。吃完饭，我和爸妈视频，老公去刷锅刷碗，视频那边弟弟也刚从厨房洗刷完出来，和爸妈弟妹一起在嗑瓜子打扑克牌。我不满地嚷道，你们也太爽了吧，还能打牌，我们就2个人，想打牌都不够手。这时老公从厨房里出来，和爸妈打过招呼后说，怎么不够啊，咱俩可以玩接竹竿。甩他一记白眼，我继续和爸妈他们聊天。我问他们有亲戚打电话吗？我爸说，怎么没有，昨天晚上打电话打的手机都没电了。我还是那句话，相信我们之前的话就赶紧去买吃的穿的，不相信我也没有其他的可说的。我妈到底放心不下我2个姨妈，在来之前上网给2个姨妈家每家买了20袋米20袋面，又给2个姨妈每人都准备了3套从里到外的棉衣棉裤。昨天晚上接到姨妈的电话，又催他们今天继续出去买物资，不过还是没有透露给他们已经来我弟弟家的事情。聊1个多小时，挂了视频，突然想到今天买的物资还没有整理，再加上奇怪老公买的什么东西，就从被窝里爬出来去扒那几个袋子，结果除了我知道的那些零食和物资，多出来的竟然是20多盒小雨衣。怪不得老公今天贼眉鼠眼的贱样，想想又觉得好笑，这男人和女人的想法果然不一样，都漠视了，他竟然还能想起来买这东西。再过几天停电了，皮不给你冻掉，看你还有心思办事儿。看着被窝里睡觉的某人，我默默的想，一天不断的有人给我发语音视频打电话，有同事有亲戚，我统统没接也没挂掉，调成静音就让他默默的想着。除了爸妈的电话，我不会再接任何人电话和视频了，该给他们通知的我通知了，该说的我也说了，信我的已经信了，不信的现在说再多他还是会怀疑。晚上老公说想吃油饼，我揉好面团干了3个饼，放到一边的盖帘上。我跑到厨房里拿出提前解冻好的牛肉末，放炒菜锅里炒变色，然后加入开水煮个5分钟，再把买的西湖牛肉羹的料粉放进去，撒上点小葱，又倒点香油，一锅香喷喷暖乎乎的快手汤做好了。拿2个泡面箱子当桌子，端着汤就着烙得金黄的葱花油饼，我和老公又吃了又肚圆。想起上一世这个时候，我们就像今天那对情侣一样，兴奋的在外面玩了半天，中午在火锅店吃的火锅，晚上回家时去小区超市想买些食物，但是发现架子上的米和面都已经卖空了，无奈我们只能买了1箱泡面，想着第2天去了大点的超市再买米面。等到第2天才发现温度更低了，零下20多度了，这是我们这个地区上下5000年也没有遇到过的低温。我和老公才感觉到不对劲，开车去那个最大的商超里，像打仗一样，才抢到了1袋10公斤的米和1袋5公斤的面粉，蔬菜什么都卖没了，只抢到了几瓶榨菜和2箱的方便面。临结账的时候，我在收银台的架子上拿了几瓶彩虹糖和巧克力，就是靠着这些东西，我和老公活了1个多月。想想那个时候的日子，再看看现在的生活，满足感油然而生，能吃饱真好啊。
饭后洗刷完，我和老公窝在床上刷手机，看到网上各种的寒潮信息，已经有地方开始冻死人了，特别是北极圈附近的国家，死了不少人。我们的邻居小日子过得不错的国家，除了冻死的，还有因为国家四周都是海，现在温度太低，造成被大风吹沙岸的海水变成大片的冰凌、冰柱，非常壮观。今天白天有不少当地人去海边看这一奇景，但是忽略了地面的湿滑，有直接滑到海里被海水卷走的，还有滑倒摔伤的。美丽国更是惨了，整个国家像是一个过道一样，寒潮穿堂而过，他们的温度已经零下30-40度了。我经常关注的一个住在那个国家的博主，今天就没有更新，不知道是不是出门采购了，还是其他原因。这次极寒天气将是整个人类的灾难。晚上温度持续的降低，记不清上一世是哪天停的天然气和电了。我干脆去卫生间把买的塑料泡澡盆放上热水，准备在最后能享受的日子里洗洗热水澡。舒舒服服的泡了40多分钟，把自己洗得香喷喷的，钻到已经铺上电热毯的被窝，不由得喟叹一声，真舒服啊。拍到老公伸过来的爪子，让他也去泡泡澡，等断水断电了，再想洗澡那只能简单的擦擦了。半夜我被冻醒了，虽然身下的电热毯很热，但是被子感觉到薄了，我忙穿上棉睡衣，打着手机的灯，跑到放被子的房间，抱过来一床5斤的棉花被子。羽绒被是暖和，但我还是喜欢有些分量的感觉。2个被子摞在一起，感觉舒服多了。第二天起床去厨房做饭，果然不出所料，停水了。拿出手机看天气预报，零下23度，估计水管是上冻了，不过这次没有化开的机会了，只会越冻越结实。把老公叫起来，让他去楼顶取盆雪花水洗漱。虽然我们准备了足够多的水，但还是要省着用。我把桶里的水舀出来2碗到破壁机里，放进去黄豆和黑米，打个营养黑米豆浆，又从冰柜里取几片半成品手抓饼，放到电饼铛里简单的加热一下，一顿饭就做好了。饭后，我揭开阳台上的窗帘往下看，今天外面的人比昨天少了。虽然我们是刚吃过早饭，但因为本来就起得晚，现在已经10点多了。昨天这个时候，外面很多人在玩雪了，但是今天已经看不到玩雪的大孩小孩了，有也是捂得严严实实，手里提着东西，行色匆匆的行人，看来是一大早出门采购物资了。这2天新闻对这次的寒潮给予的消息是，大概要持续40多天，国家的储备粮食足够国人生活3年，建议大家理性购物，不要过多囤货。但是网上数4代都是农民的中国人呢来说也知道，这次寒潮已经让今年的秋季庄稼颗粒不收，所以每个人还都在尽可能的买食物。早上做饭的时候想到了一件事，我觉得还是应该在还有电和天然气的时候把米饭都蒸好了，要不然以后再想吃蒸米饭，不管是用瓦斯炉还是用柴火都太费了。也不用放冰柜里了，现在外面比冰柜的温度还低，直接用保鲜袋一顿一顿的装好，放在一个箱子里，放在楼上就可以了。把这个想法对老公说了，他觉得挺好，让他先去用盆把米饭泡泡，顺便烧些开水，一会儿好蒸米饭用。正在给老公安排活，妈妈的视频电话打过来了，互报平安后，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他。弟妹在旁边说，姐，我和妈也是想到这个事情，正想打电话告诉你呢，想不到咱们心有灵犀了。和他们嘻嘻哈哈的胡侃一阵，就把电话挂断了，开始干活了。电饭锅、压力锅、汤锅各种锅齐上阵，同时开始干活，蒸好一锅直接扣到大盆里冷着，接着蒸下一锅。我和老公2个人一天下来分工干活，他洗我蒸，我倒他装。而且洗米的水不能倒，我把昨天洗澡的大盆刷出来，罩2层沐浴袋，洗米水全倒进去，澄清一下，还可以用来洗漱。干了大半天，我的腰累的已经快直不起来了，不过好歹蒸了有10几袋的大米。结果保鲜袋用完了，下午5点多，我和老公穿厚棉衣，做好防护，准备最后一次出门买物资，这次主要就是买保鲜袋。昨天路上还有环卫工作在清积雪，但是从昨天后半夜开始下鹅毛大雪，一直到现在都没停。昨天清出来的路早看不到了，今天一直下，再加上今天温度这么低，估计也没人清理了，车是没法开了，就去小区门口的超市。一出楼栋门，我在心里默默地念了句国粹，这雪也太厚了吧，直接到小腿肚了，有30几公分厚，而且是真的冷啊，在屋子里感觉不到，但是外面是真的能把皮冻掉。老公转头看着我说，天太冷了，雪也厚，你先回家吧，我自己去看看。不行，要去2人一起，你一个人我不放心，我搂着他的胳膊不放手。他用戴着大手套的手在我的眉眼处蹭了蹭说，那走吧，夫唱妇随。我俩就这样深一脚浅一脚的走了快20分钟，才走完平常10分钟的路。也许是风太大，也许是衣服太厚，也许是雪太深，总之我一路走得气喘吁吁，感觉好累啊。老公拉着我的胳膊说，让你先回去，你还不听，小短腿快被雪埋着了。听得我要气死了，不回去还不是为了他，又说我腿短了。以前说说就算了，现在还有心情嘲笑我，果然男人不能太惯着。我心里恨恨地想着。小区门口超市买东西的人很少了，因为米面粮油基本上已卖空，挂面、泡面、罐头类的也没有了。现在货架上零散的还有几包零食，百货区的东西还有很多。我和老公把架子上的保鲜膜、保鲜袋全都收到了推车里，调料区的还有几罐辣椒酱也收了，饮料区东西还有很多。之前我们囤的水很多，但是饮料没有，现在既然有机会就买一些吧。我和老公拉来篮子，把架子上看着好喝的全都装起来，最后装满了4个篮子。结完账，我和收银员商量能不能交些押金把篮子拉回家，饮料太沉，直接提回去有些难度。收银员给店长打个电话请示一下，最后决定4个篮子我们押300块钱。出了超市门，我们2个一人拉2个篮子，在雪上慢慢的滑着走，老公走在前面，我沿着他的脚印走，走了几步，发现他走的方向不是我们来时候的路。我问他准备去哪，他说走小区正门，从地下车库走。来的时候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习惯害死人啊！平常走小门走习惯了，忘记走地下车库可以避开路面上的积雪。从地下车库顺利的回到家，天已经全黑了，要不是还有电，路灯还亮着，现在应该是伸手不见五指那种黑了。太累，不想做饭。老公就盛了2碗还热乎的饭，又拿出2盒自热小火锅，又切了点午餐肉放进去，随意的吃了一顿，虽然简单，但是真的好吃。
吃完随便洗刷一下就上床睡觉，看到老公又想去拿小雨衣，我直接一个枕头甩到他身上，叫他滚，没完没了了。昨天折腾半夜，今天再不让好好睡觉，不让人活了。温度一天天的下降，刚开始2天还能看到医院工作群里不断的有人请假，到了第3天请假的人也没有了，也没有领导在工作群里要求大家坚守岗位了。终于在第4天，我们所在的区域停电了，然后就是电力工作人员冒着严寒去室外抢修电路，但是最后因为失温殉职了的消息在短信里蹦出来，整个世界都裹上了厚厚的冰，真的犹如以前电影里演的灾难片一样，外面已经看不到行人了。前几天还能看到其他颜色，现在都被裹上厚厚的冰，外面的温度更是下降到了零下40多度。我知道这不是最冷的，温度还会下降。没电了，空调不能用了，现在屋子里的温度是零下20度左右。坚持了1天，我们把柴火炉点上了，现在做饭就在这个炉子上做，做饭的同时还能把水壶放在上面烧热水喝。为了保暖，我们把客厅堆放的物资挪到了我们之前睡觉的卧室，又准备出大概够我们10天用量的各种物资放在客厅，然后把客厅通向其他房间的过道全部箱子和塑料膜封上，需要取东西的时候揭开一角钻过去就行。这样一弄，客餐厅这块的温度因为柴火炉的原因就可以达到10几度了，很舒适。虽然没有了 Waze， 但是还好手机还能上网。之前的业主群里有人开始求救了，有的说家里老人感冒了，问谁家有感冒药的，愿意花钱买。不过他说完下面没人接话，求救的也没再发消息，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加他的微信私聊他了。每天和爸妈打电话报过平安后就不敢多聊了，虽然准备了大量的充电宝和好几个大功率的户外电源，但是天气冷，电池容量会衰减，还是要省着用。从第3天晚上雪不再下了，停了2天了，但是太阳也没出来，天气是阴沉沉的，看着就感觉很压抑。到第6天，温度降到了零下70度，这是我上辈子经历过的最冷的气温了。我知道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温度不会再降了，有时候还能再升个几度，但是总体来说雪不会化，这也可以让只存水不够的人可以活下去。为了不颓废下去，我和老公给自己制定了作息表，要不然等末世结束，我俩可能没饿死，但人废了。早上9点起床，一定要洗脸刷牙，然后吃早饭。吃过饭后就整理屋子，把我俩造的生物垃圾用讲解剂处理后放到楼梯下的箱子里，然后看书，什么书都可以，可以是我俩专业上书，也可以看小说，反正当初买的杂。12点准时吃午饭，饭后午休2个小时。起床后，我俩在客厅直径最远的2点上走路散步，其实爬楼梯也不错，但是那边离炉子远，太冷了。我觉得到时候骨头能直接冻僵。做完这些自由活动，想干啥干啥，但是好像也没啥可干的。晚上6点吃饭，饭后我俩一起看个电影或者看会综艺节目。10点准时刷牙睡觉，脸就不洗了。这是我和老公综合各个方面考虑后制定出来的计划，看着这个表，好像生活还有一些方向，要不然就我俩天天看着对方，早晚得崩溃。末世是7月28开始，在8月6号的时候，末世的第10天，老公接到了他弟的电话，电话接通后，他爸的声音从话筒里传了出来：大军，你把明慧的衣服给圆圆弟妹送回来一些，她的衣服太薄，不经冻，再把你们买的吃的给送一些回来。爸，现在路上雪这么厚，我怎么给你送？老公说：你想办法，你们有车，想办法总能回来。他爸说那是你亲弟妹，你们当哥当嫂子的不管，谁管？爸，我不是给你买了几套衣服送回去了吗？现在别分男女了，先给弟妹一套，让她穿上。老公说。对面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弟妹想着你们准备的物资多，就给她娘家送回去了2套，现在就剩1套了，他们孝顺都不愿意穿，就给我穿上了。那是你亲弟妹，你不能看着他们冻死啊，反正你得想办法送回来几套衣服，要不然我们要冻死了。你看亲戚邻居不戳你得几两骨。我们买的物资就是按照我和明慧2个人的量准备的，没有多余的。老公说，你们离明慧娘家近，他们家有钱，准备的东西肯定多，你们的先给我们用，你们不够的话可以去明慧家和他爸妈一起吃住，还能照顾他们。我这边你弟妹照顾我，你当哥哥的理应多出东西。老公他爸在电话那头继续的说着，我感觉我心里的火气已经快压不住了，伸手想抢老公的手机，他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拉到他怀里，抱紧了，才继续对着电话说，家里的粮食还有几千斤吧，过几天我想办法回去给你们送棉衣，你把家里的粮食分给我一半，行不行？我们家小，为了准备各种物资，粮食就备的少了，我想着自家有，不够吃还能回家带。老公话还没说完，那边电话就挂断了。这时候我的气已经下去了，我问老公，他们不会真的冻死吧？还有你为啥要给他要粮食？他就算给，咱们也拉不走啊。我如果不要粮食，可能现在还在和他扯皮，他的电话也不能挂得那么利落。放心吧，冻不死他们，我了解咱爸，家里的棉衣不少。说完无奈的低叹了一声。过了好一会儿，直到我以为他要睡着了，又听他问我上一世爸给我们打电话了吗？听到他问，我愣了一下，其实如非必要，上一世的事情我不愿意去想，因为太痛苦了。在上一世第3天的时候，你给爸打电话了，你说咱们没买到粮食，想带着我回老家和他们一起住，爸拒绝了是吧？老公笃定地说，爸说粮食都卖了，就剩几百斤还不够他们吃的，让我们在城里等政府救援。听到我的回答后，他眼睛里还是流露出受伤的情绪，最后他闷闷地说，媳妇儿，让你受委屈了，这辈子不会了。为了照顾他的情绪，给了他10秒钟伤感的时间，我提出了今天吃饭的要求，我要吃饺子，猪肉白菜馅的。老公听话的去外面取1兜饺子回来，一掀开遮挡的塑料膜，就有一股的冷气透了进来。老公去炉子上煮饺子，我拿着纸笔开始计算我们的木头用量，写画画了一阵。我对老公说，我们的木头要省着用了，要不然可坚持不过1年。他在围裙上擦擦手，走过来，结果我手中的纸认真的看着。我们现在每天烧50斤木头，照目前这个消耗速度，我们储备的木头只能烧200多天。虽然还有其他燃料，但是做饭可以，到时候取暖就没这么舒服了。那以后做饭时先用瓦斯罐吧，把柴火炉的风口调到最小，少放点木头和炭，到时候屋子里的温度可能没这么高，但是也不算冷了。
老公迅速地想好了对策，我也觉得不错，几种燃料搭配着用，细水长流。白白胖胖的饺子躺在撒满碧绿小葱的酸汤里面，我和老公吃得幸福又满足，在冰天雪地里能吃完热饺子，也是人生的一种幸福吧。日子就这样不紧不慢地过着，我们两个每天按照之前定好的作息表生活着，和爸妈每天打电话报平安，他们在弟弟那边过得也很舒服，就是担心我。手机微信群里说话的人越来越少了，电力一直没有修好，估计多数人的手机都已经关机了。刚开始还有人给我打电话，被我无视后，电话响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最后只有爸妈或弟弟给我打电话了。我知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道理，这种时候最怕的就是圣母心。我曾经也有圣母心，但是在末世前已经用完了，现在我唯一要做的就是和老公一起好好活下去，等到再见我爸妈的那天。大雪断断续续的下，我透过阳台的窗帘能看到出门端着盆取雪的人，我们也去楼露台上取雪，烧化了用来洗脸、刷牙、刷锅碗，但是吃饭和喝的水我们还是用之前储备的矿泉水。第35天的时候，有人拍我们的门了，听声音是一个40多岁大哥的声音，有人没有？我是你们隔壁邻居，我们家米不够了，家里还有一个不满1岁的婴儿，有米的话我愿意花钱买。听到还有他们家里还有婴儿，我多少有些不忍心。但老公趴在我耳朵边小声地说，别相信他的话，隔壁邻居住的是一对30多岁的夫妻，带着7、8岁的儿子。这人不管是不是隔壁邻居，他都在说谎。听老公这么说，我的心瞬间坦荡起来。外面的人还在继续拍门，我俩憋着声没说话，不到2分钟的时间，拍门声没有了，不知道是冻死了还是走了。我们不敢开门查看。很快到了老公上市去世的日子，为了庆祝我俩现在都还能吃好穿好的活着，我准备今天做顿大餐，拿出分装好了牛腩肉，鸡翅中准备做一个番茄炖牛腩，一个可乐鸡翅，再准备点酸黄瓜，一盘花生米，最后等我又拿出1小瓶2锅头的时候，老公惊呆了。今天是有什么喜事吗？不过啦，准备这么丰盛。为了不破坏气氛，也不想再提起那个时候的辛酸事，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只叫他别废话，收拾屋子去。看我要大显身手，他乐呵呵的去干活了。日子平平淡淡的过着，后来不断会有人过来拍门，各种各样的理由，男人、女人，还有16、7的小女孩在外面叫哥哥的。我们俩在屋子里该吃吃该喝喝，一律的不予理会。最危险的一次是一下来了10几个男人，手里拿着刀、铁棍等东西，试图能把门砸开。砸了一阵，发现我们家的门与众不同，于是他们更加的确定我们屋子里肯定有不少东西，要不然怎么会装一个银行的金库门。他们在外面嘀嘀咕咕了一阵后离开了，我和老公提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他们还会再来的，老公十分肯定地说，那怎么办？总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吧，我开始担心这个门能不能顶住他们的攻击，先看看他们准备怎么做再说吧。很快我们就知道他们的办法了，不知道用什么方法，他们召集了更多人，这次有男有女，总得有20、30人，每个人都有工具，他们开始了车轮战，每隔几分钟就会换几个人来砍门。室外零下60、70度的低温，让他们一次不能在外面待太久，要不然就算能把门砸开，人也冻嗝屁了。就这样叮叮咣咣的砸了一上午，我们家的门依然没破，不过外面变成什么样就不知道了。这样不行，如果这样没日没夜的砍下去，这个门早晚得破，到时候咱俩就没路了。老公忧心忡忡地说。想到以前看的那些末世小说，我忽然想到了一个注意，和老公说了，我俩又仔细的推敲，觉得可行。然后我老公大声的对外面的人喊道，你们不用浪费力气了，这个门你们不可能砸得开，现在你们全退到第5层，我把食物给你们放到楼道里，然后你们再上来取，要不然我会在你们破门之前把东西全烧了，不让我们活，咱们就都别活了。听完老公的喊话，外面安静下来，大概是回去和大家商量去了。过了几分钟，外面有声音传进来说会按照我们说的做，但是外面人多，希望我们可以多给一些，然后就没声音了。然后我和老公开始搬东西，当然不能打开门放楼道里，万一他们在外面埋伏，我们岂不是要自投罗网了吗？我们直接上楼搬了2袋大米、20个包子，还有10包方便面，打开楼顶的门，从顶楼扔了下去。只有大米落地的时候发出了一些声音，包子和方便面直接悄无声息地落到了后雪中。弄完这些，仔细地锁好楼顶的门，走到楼下的时候，外面已经有声音在吵嚷了，说我们骗了他们，要把门破开，弄死我们。听到那个嚣张的声音，我心里一阵冷笑。老公对着外面喊，东西已经从窗户扔下去了，有香喷喷的大米，还有肉包子，想要的赶紧去楼下，要不然就有可能被其他人抢走了。听到老公的话，外面先是几秒钟的安静，然后就是往楼下乱糟糟奔跑的声音。我和老公急忙跑到阳台上，揭开一点点窗帘往下看，很快就有人从单元门里冲了出来，紧接着是第2个、第3个，然后呼啦啦一群人全出来了。最先被找到的是那2袋大米，很快包子和方便面也被找出来了。大米袋子被他们用手里的刀划破了，都洒了出来，掉到雪里。有些人不管不顾的把大米和着雪抓起来往自己兜里揣，那边抢包子抢方便面的更是激烈。我们在楼上清楚的看到有人拿到包子或者方便面就直接跑回楼里，应该是回家了。但是有些人抢到后还想要更多，竟然用刚才砸门的东西打在了别人身上、头上，然后再抢走他们手里的食物。有个人头上被人砸出血后，直挺挺的向后面仰倒，躺在了地上，不知死活。看到这一幕，有些人吓傻了，直接拿着手里抓着的东西就跑，但有些人似乎被打开了恶魔的基因，开始同样用武器攻击着离自己最近的人。暴力、血腥、短暂而又漫长的10分钟过后，地上躺倒了7个人，还有几个人虽然还站着，但是身上头上也都是血，手里抱着抢到的物资，踉踉跄跄的往家里走。只是不知道会不会有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事情出现。等一切安静下来，又有人从楼里跑出去，跑到刚才大米散落的地方，仔细的搜索着还有没有被落下的物资。还有人把躺在地上的人抬回了家，我想那应该是受伤者的家人。只是在这个缺医少药的特殊时期，不知道这些人能不能被救回来。听到我的小声嘀咕，我老公眼神古怪的看了我一眼，想说什么，嘴巴动动，到底是没说出来。
我想如果我不是他老婆，他大概会说我很绿茶或者白莲花，竟然还会为想要抢劫我们的人担心。从那之后，我们这里安静了很多。我本以为气温会维持在这个温度，不会再下降了，却不想进入11月后，温度竟然又开始下降了。我还是在半夜被冻醒的。我看看墙上的温度计，本来在5度左右的室温，竟然降到了零下10几度。我看看炉子里明明灭灭的炭火光，和之前没啥区别啊。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把老公摇醒了，告诉他又降温了。感受了一下室内的温度，老公穿上衣服，又去抱出了一床羽绒被。虽然盖的全是羽绒被，但是毕竟盖得多，我还是觉得有些沉。要不咱们用睡袋吧？我说如果在家木柴取暖的话，咱们准备的量不够。想想的确没其他好办法了，老公就去百货储物间把2个睡袋拿过来，又拿个薄点的羽绒被盖在睡袋的外面。外面现在大概有零下90度了，白天做饭的时候屋子里还暖和点，但是到了晚上只用炭的时候，温度明显的不够。为了取暖，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会给2个人灌上热水袋放在睡袋里，虽然脸还是有些冷，但是睡觉还蛮舒服的。手机信号变得不再稳定，时有时无，有时候我这边能拨出去，对方却接不通，有时候我这边电话响了，接通后又听对方声音断断续续的听不清。好不容易接通电话后，我和父母迅速的交换着彼此的情况，还好他们那边没什么事，一切还安全。信号中断后，看着电话怅然若失，以后再想联系就不容易了。2个人在屋子里无所事事，每天就琢磨着怎么吃，还好我们准备的食物够丰富，相比前世的皮包骨头，这时的我是相当的圆润了。不知道我们这小区现在还有多少人存活下来，因为大门口有地下车库的出入口，不知道有多少人出去寻找过食物，反正我和老公是坚持不出屋。用老公的话说，只要有一口吃的，就不能下楼。转眼间农历新年到了，为了让自己高兴起来，我和老公开始像往年一样炸小酥肉、肉丸子、菜丸子，炸愉快。又把屋子重新打扫，物资重新的整理归类，看看哪些物品消耗的多，哪些还没有消耗，做统计。又把外面塑料布下藏着的木头一点点的搬进来，堆得整整齐齐的像一面墙。再把楼梯下堆积起来的废物搬到露台上，虽然放了降解剂，也有袋子装着，但是堆得多了，还是难免有异味。大年30这一天，我拿出自己已经长久不用的化妆品，给自己化个美美的妆。吃过午饭，和老公开始为我们末世后第一个年夜饭忙碌起来。1条红烧大鲤鱼，1盘椒盐皮皮虾，1盘蒜蓉大波龙，还有1盘炒黄瓜。那条大波龙是弟弟给我带回来的海鲜产品里的，我已经盯好久了，此时此景不吃更待何时啊。可乐雪碧一样开上1罐，再开瓶小酒，今天不行了，一定要美滋滋的过个年。吃饱喝足，有些晕乎乎的，靠在老公怀里一起看往年的中央春节联欢晚会。说实话，虽然是往年的，但是看着新奇感还挺足，因为我已经好几年没看过春晚了，看着看着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再醒来已经是第2年了。日子一天天的过，雪断断续续的下着，最后足足有2层楼那么厚了，除了白白的雪和冰雕一样的高楼，什么东西都看不到了。露台上的雪同样很厚，因为木柴还没有完全搬到屋子里，除了隔段时间取些干净的雪放到洗澡盆里当洗刷用水，其他的我们就用铲子堆到一起，然后再拍结实，几个月下来堆成了小山一样，从侧面挖出一个洞口进去，里面挖成蒙古包一样的形状，然后又在屋子里化些雪水，一层层的泼在洞的内壁，让这个洞的结构可以更结实些。经过10几天的辛勤劳动，一个简易的雪屋就被我们做好了。清除完雪屋地上的冰，又找来塑料布铺到地面上当做防水，然后上面铺上泡沫垫子和厚厚的褥子，一个儿时梦想的小屋被我们布置好了。同样是用箱子当做桌子，我们燃上了酒精炉，放个小水壶，里面放上大枣、生姜、桂圆干，再准备点冻梨、冻柿子、冻苹果、核桃、花生、瓜子。我和老公也来了一次还算浪漫的围炉煮茶。自此以后，我和老公隔三差五的总会到冰屋里休息1天，在这个不能出门的时候，我俩就当是度假了。转眼间到了农历2月份的一天，要是正常的时候，现在正是草长莺飞的季节，出门踏青的好时候。忽然我好似看到窗外有什么东西闪过，我赶紧的把窗帘又拉开了一些，原来是直升飞机。老公兴奋地叫了起来，你看，机身上有国旗，是军队的直升机。顺着老公手指的地方看去，只一眼我的泪刷一下的流了下来。不知道这种奇怪的天气什么时候会结束，但是看到军队的直升机，我知道我们得救了。我们把阳台的窗户打开一点，才听到直升机上播放的广播，亲爱的居民，很抱歉我们来晚了，我军即将入驻我们这个城市建立安全点，这几天我们会把大路清出一条安全通道，请各位居民再坚持5天，大家互相帮助度过最后的难关，到时我们会来接你们去安全点。直升机又在我们小区上方盘旋了有10分钟，重复的播放着那段广播，才往邻近的小区飞去。窗户没关，外面传来兴奋的欢呼声，但是不多，不知道我们这个小区现在还活着的会有多少人。用手机打开蓝牙搜索一下，发现还真的有人。这个方法是在之前那个小区的微信群里学到的。忽然有人要和我老公的蓝牙配对，老公这边通过后，对方发消息询问我们还有没有食物，可以用金条买。这下把我们给弄懵了，马上有救援了，现在再用黄金买食物会不会太浪费了？可能是想到了我们的想法，对方又发过来2张照片，一张是40多岁女人的，还有一张20多岁年轻姑娘的，但2个人都很瘦。接着对方又说，就是因为5天后会有救援，我才想着有些人可能愿意出售些食物，但是我老婆和女儿如果再不吃东西，可能就等不到5天后的救援了。相信我，我只想买一些吃的，让他们可以撑过这几天。接着他又发了一张他的自拍照，看到他的照片，我和老公放心了，虽然他已经瘦得脱相了，但是我和老公都认识他，在我们本地的新闻中经常看到他的讲话。我们这边表示同意，经过双方的沟通，他表示会拿出一些金首饰和金条，希望我们可以给他换一些足够3个人吃5天的食物，其他的没要求。因为他没明说会带什么东西来，我和老公也很谨慎，没拿太多东西。把火腿肠拿了1包，羊肉拿了2斤，又拿了3斤的饺子，想了想又添了3斤的大米。
老公把这些东西装一个袋子里后，再装到他的大背包里。我又用袋子装了5斤的炭、几块的固体酒精和之前买的弩箭一起装到我的背包里，两人袖筒里各装了一把长匕首，武装的严严实实出门去我们约定好的地下车库的某位置。下到车库，离老远就看到有人站在我们约定的地方，看到们停在离他10米的地方不再走了。他把围在脸上的围巾拉了下来，让我们能看到他的脸。等我们比个 OK 的手势后，他又拉好围巾，从怀里拿出一个不太大的包，慢慢的走到我们中间的位置，放到地上，举着双手往后退。老公上前拿起地上的包，打开看了一眼，就迅速的拉上了，然后把包里的东西掏出来放在地上，然后退回我站的位置。我又把装着的炭和酒精块递给老公，他再次放到中间后退回来，拉着我的手捏了捏。我对着那个人挥挥手表示再见后，就迅速的和老公往我家的楼方向快走回去。平安的回到家，我迫不及待的给老公要那个包，想看看里面都有什么。结果吓我一跳，里面有一个100克重的金条和2个大金镯子。为啥说是大金镯子？那是因为每个镯子都有100克以上，平常根本没法带出门，估计也是放家里收藏的。我心里默默地算了一下末世前黄金的价格，不禁的咂咂舌，这点东西竟然换了10几万块的黄金。又觉得收了人家这么多东西，只给那些食物是不是有点不厚道？老公说不要想那么多，他用这些黄金换他老婆女儿的命值了。好吧，那不单单是一些简单的食物，那是可以救2、3条命的食物。想通这些，我心里更开心了，今天可谓是双喜临门了。过几天可以得到救援了，手里又有点黄金做家底，我和老公晚上决定吃顿火锅庆祝。把之前冻好的牛羊肉切薄片，又泡发一些裙带菜、干木耳，蘸料就用芝麻酱、蒜泥和香油。坐在柴火炉旁边，卡式炉上放个小汤锅，就准备了一种锅底，红油麻辣锅。红彤彤的锅里，牛羊肉片被煮得上下翻滚，加上一筷子蘸着调好的芝麻酱，直接塞入嘴巴里。麻辣一瞬间在口中翻腾起来，美味的口感直达舌尖，满嘴的肉香，让人的心情更加的愉悦。不由得想起前几天书上看到的一句话，与寒冬正面交锋的日子，一想到还有火锅，便陡然增添了几分胆气，非常对应此时此景啊。过了2天，之前和我们联系的人又联系我们了，表示想再买些食物，东西比起上次的只多不少，除了食物，还想多要一些木炭。老公回复，上次卖给他的物资已经足够他们生活到救援了，而且我们的物资也不多了。对方回复，他们楼里住的还有亲戚，他给亲戚分了一些，而且他这次给的东西比上次只多不少。老公直接问，到底需要几个人的物资？7个人，10天的物资。对方说。放下手机，我和老公到各个房间里检查物资的余量还有多少，因为当初我们准备的量是按照2个人2年的量储备的，所以现在每样都剩的还真不少。考虑了一下，老公和对方约定了交易的时间。我和老公开始准备东西，边准备东西我边嘟囔，这有钱的就是好啊，都拿出来这么多黄金了，家里竟然还有那么多。你以为他是免费把这些东西给他的亲戚啊？你想想他是做什么的？他亲戚家里会普通，说不定他还能在中间再赚一些。老公说，好吧，都是人精。拿出20包泡面、5包火腿肠、5斤牛肉末、30个冷冻的包子、10包压缩饼干、5斤大米、30斤的炭。看着地上放了一堆物资，我在心里默默地算着看看够不够7个人生活10天的。想想似乎有点不够，我又拿出5斤的龙须面放进去。没有大包了，上次老公的包给他们后没拿回来。我到放杂货的房间拿出2个尼龙编织袋，把这些东西分开装里面。费劲的打开门，我和老公背着东西小心的往楼下走去。不小心不行啊，因为楼道里就是冰洞。小心翼翼的来到约定好的地方。如上次一样，双方都很小心的确定身份。对方这次带来的是我们上次给他的那个包，看上去沉甸甸的，应该装了不少东西。我们这次给他的物资，他一个人肯定是没法带走的，所以在我们看不到地方，肯定还有他的同伴。不过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紧张，还是他一个人出面和我们交易。这次老公连背包都没打开看，交换后和对方挥挥手，直接拉着我就跑。就这样跑着爬到楼上家里，如果不是每天都可以吃好喝好，我们还真不能有这么好的体能。累得呼哧的喘着粗气，我和老公把外面的防寒服脱了，就迫不及待的去打开背包看里面的东西。一拉开拉链，我差点被里面的东西闪瞎了这双没见过世面的眼。黄澄澄的，除了在金店，我还没见过这么多的黄金。老公哆嗦着手，先从里面抱出了一个金龙鱼，是黄金做的金龙鱼，长大概有30厘米，身子下面还有黄金的浪花，这一看就是个摆件，不过下面的木底座没有了，不知道为啥被拆了。抱出来在手里掂了掂，才发现原来是个空心的，不是实心的。不过就算是个鱼皮，这重量也有300多克了吧，毕竟有那么大。第二个被拿出来的是个金如意，这个没多大，长度和我的手掌差不多，但是是实心的，也有100多克。老公继续的往外掏，又是一个摆件，一帆风顺，不用研究了，肯定还是空心的。我怀疑这家是做生意的，要不然怎么全是这么大的黄金摆件呢？我俩像是淘宝一样，闭着眼睛用手摸，摸到啥是啥。第4件是前几年特别流行的传承手镯一个，第5件一个金项圈，看着是像给孩子送满月礼的。第6件又是一个小小的黄金如意，这个大概有50克。第7件是个投资金条100克。第8件又是投资金条100克。第9件投资金条200克。第10件黄金元宝100克。再往里摸的时候没东西了，把包口朝下倒，没东西了，一共是10件。除了投资金条和元宝有克重，其他的都是约莫的。忽然想起家里还有个体重秤，我就让老公先站上面称一下，记个数，把那些黄金全装到塑料袋子里，让老公提着再称下体重。和刚才称的重了大概1.8千克，我和老公激动地抱在了一起。如果项圈和如意里没有注胶的话，这堆黄金按照末世前的价格大概就值70万了，加上上次的有80多万的黄金了，如果再换一次，那肯定可以到100万以上了。我兴奋地把这个想法告诉老公，结果他一盆冷水给我浇了下来。
这是咱们最后一次给他们换东西了，以后他就算说给金山，咱们也不能再出去了，咱们就安心的等救援就行了。老公严肃的对我说。看到他这么认真，我也把脑子里那股子兴奋劲先放，思绪一清明，马上明白了他的顾虑。剩下这2天，我和老公开始打包我们自己的东西，看看有哪些是可以带走的，哪些是暂时带不走的。安全点内是什么情况还不明朗，我把黄金放在水盆里，放在室外冻上了，再一层一层的往上面浇水。除了盆子里刚开水放的是干净的雪水，后面浇的全是浑浊的洗漱用水，直至变成一个有1立方米的大冰块。最后我狠心，又往上面浇了不少的粪水，这样彻底的看不到里面的黄金了。我也没有用东西遮挡，直接大喇喇的放在露台上面。如果这样都有人能透过表象看本质，把这个看起来就是大粪球的东西偷走了，那我也甘认倒霉了。第4天，我们已经可以听到外面有大型器械工作的声音了，想不通军队会怎么做，我们就继续安心的待在屋子里整理东西。老公把手机关闭，谁的消息都不接收了。第5天刚吃过中午饭，我们就听到外面有大喇叭的声音，从楼上往下一瞧，不得了啊，下面竟然从雪中开出了一条路，中间停了一辆大巴车，喇叭在不停地播放着广播。现在政府派军队接幸存的市民，大家可以带着自己的必需物资乘车去安全点。我和老公带上已经收拾好的行李，2个超大号的行李箱，其中一个里面放着已经抽成真空的羽绒被和我俩的睡袋，在下面放上我买的弩箭，在上面又放一些我俩的生活用品，卡式炉、气罐，能塞的都塞进去。另外一个箱子里放着满满的全是食物。我俩又把楼上楼下的门全部检查一遍，自己身上的衣服穿好，武装严实了，才放心的锁好门，拖着大行李箱下楼。因为有行李箱太沉，楼道里又全是冰，虽然我俩穿的棉靴防滑效果很好，但还是走了将近10分钟才来到楼下。一出楼洞门，发现外面也开出了一条2米宽的路，两边是高高的雪墙。我们按照刚才在楼上看到的大巴车的方位，顺着开好的路往那个方向移动着，像在迷宫里一样。很容易我们就找到了大巴车所在的地方，看到车前站立的士兵，我和老公激动地跑过去，看到我们，他对着车内比了个手势，车门就打开了。老公问他下面的放行李的箱门能打开吗？看到我们手里拉着的大箱子，他有些惊诧，不过很快他点了点头，示意我先上车。他接过我手中的行李箱，和老公一起去放行李了。上车后发现已经坐了3、4个人了，我选了一个靠前的位置坐下。老公很快就上来了，车里不是很冷，但是我俩也不敢把头上套的东西全去掉，怕被人认出来，不安全。过了一会儿，又陆陆续续的来了10几个人，每个人都捂得很严，我们也没认出来哪个是跟我们交换过物资的人。大巴车一直没有熄火，发动机的噪音让我有点难受，靠着老公的肩膀闭着眼睛休息，又等了2个小时，眼看天快黑了，这中间一直不曾再有人过来，负责搜寻的士兵也都回来了，开车的士兵直接挂档倒退着出了小区，然后朝一个方向开去。半路上又接到几波其他的搜寻队伍，离我们小区都不远，大概有20、30人。在车上，搜寻的士兵给我们讲了安全点的几点注意事项。1、安全点会给每位居民1天提供2餐，保证居民的最基本的生活保障。2、安全点正在建设，有很多地方都需要用人，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选择合适的工作干。3、这个城市的搜寻工作还在继续，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加入这个工作，安全点会支付相应的报酬。4、如果自家有没带走的行李，以后可以跟着搜寻车出来带走，但是需要支付相应的报酬。随着士兵的讲解声，我们到了政府建立的安全点，是在我们这个城市里最大的小区。这里是有电的，不知道是用什么发的电，能看到有点点的光从窗户里透出来。我们应该是这个城市里比较早救援出来的市民，从窗户里透出的灯光可以看出居住的人不多。这时天已经黑透了，我和老公分到了一个8楼的2居室，电梯还是不能坐。我和老公爬上8楼，用钥匙打开了门，送我们到楼下的志愿者说，现在可以用天然气取暖了，让我们看看屋子里有没有壁挂炉，有的话可以打开取暖。说实话，刚才在开门的瞬间，我还在想屋子里会不会有尸体，但是想想又不可能，既然做安全点，房子分给我们住，里面就算有遇难者，肯定也被政府先移走了。打开灯，屋子里还是有些杂乱的，屋顶有熏烧的痕迹，沙发餐桌都没有了，就一个卧室里还有一张床垫子，看来都被烧了取暖了。我忽然开始想念我的窝了，说实话，如果不是因为这里有电有天然气，这里还真的没有我的窝舒服。老公跑到阳台上，先把壁挂炉打开，又去整理我们带过来的东西。看着老公在忙碌，我收起心里的小心思，我们有黄金、食物和其他的物资，现在又有了军队的庇佑，我相信我和老公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因为原屋主安装的是暖气片，不到2小时的时间，屋子里的温度就上来了。我和老公都脱去厚厚的外套，一起整理我们的新家。晚上在厨房里煮了2碗牛肉馅的饺子，可能是下午干活累了，一碗我竟然没吃饱，看着老公也是意犹未尽的样子，我又去煮了20个，再添点。俩人美美的吃了一顿，吃完饭又去卫生间痛痛快快的洗了个热水澡。上次洗澡还是几个月前的事了，一言难尽。第2天，我和老公去安全点服务中心去找工作，最后我还是干回了老本行，在安全区临时医院找了份工作，药房。老公则去了建筑清理队，没办法，谁让他的专业就是这呢？只能说又下基层了。安全服务点给我们每个人重新办理了一张暂住证，里面有我们的个人信息、原住址、现住址。如果以后我们之前所住的地方也变成安全区，我们可以回自己的房子住，这样登记也避免我们人还活着，但房子被充公了。安全区的临时医院设备很是简单，人员配备也简单，有医生是3个人，护士7人，药房2人，B超室1人，心电图3人，化验室有2人，但是没机器。上班的第5天，我在医院碰到了和我们换粮食的那位领导，他和我们应该是同一天来到安全区的。这次是过来取降压药，他不认识我，我也没有和他相认的打算，毕竟我们之前的交易都是不能往外说的。我像对待其他病人一样，详细的给他交代了药品的用法用量。临走时，他又回头看了我一眼，吓得我一个机灵。妈呀，他不会是认出我来了吧？
抓干挠腮的，好不容易等到下班回家，见到老公第一面，我就迫不及待的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看我紧张的不行，老公安抚我说不要这么紧张，他应该不能完全确定是你，就算知道是我们用粮食换他们的黄金又怎么样，大家你情我愿的事情，我们又没强迫他。而且如果没有我们的粮食，他们也只有抱着黄金等死的份，哪能等到军队的救援？听到老公的分析，我渐渐的安心下来。现在虽然是在安全区，但是粮食还是我们生存下来的最大问题，粮食依然是市场上的硬通货。与其担心他认出来我，倒不如担心社会秩序恢复正常后，会不会有网贷公司还有银行来找我们要贷款的事。虽然现在手里有小百万的黄金，但是我们的贷款也实在是不少，如果真的到那天银行来要账了，还是要还的。老公，要不然我们再把手里的东西卖出去点吧，现在安全区不是有小市场吗？咱们拿点火腿肠、午餐肉之类的去看看能不能换点值钱的东西。现在安全区虽然给大家提供2餐，但也是简单的米汤和馒头，有时候会有点咸菜，想吃肉还是很不容易的。那行吧，咱们先少拿点东西去市场上看看，趁着天还没黑，现在就去吧，晚上回来再吃饭。老公说，拿着一个小背包，里面装了2盒午餐肉，1包火腿肠，5个咸鸭蛋，又装了包500克的奶粉。我俩羽绒服兜里一人揣了一个匕首，把自己包裹严实就出门了。到了小市场才发现这里还是不小的，好几百米的街道两边全是小摊，写个简单的牌子，上面写着收 XXX 东西或者是摆上自己要卖的东西。我俩先逛了一圈，发现卖东西和换东西的居多，大部分是表、首饰、衣服、名牌包包。其中一个摊位上就那爱某仕的包包就放3、4个，驴牌的、香奶奶的，林林总总10几个包，有的是用过的，有的包装吊牌证书都还在。我蹲下来拿一个之前眼馋好久但是就是不舍得买的驴牌的包看，摊主是一位40多岁的大哥，看我对他的包有兴趣，招呼我说，美女看看啊，全都是真的，看喜欢哪一个。我拿着手里的包问他，这个多少钱？哎，美女，你看现在这形势，我这都不要钱，这个包只要10斤大米。我心里默默的吐槽，10斤大米也不便宜呀。看我摇摇头，放下手中的包准备要走，摊主大哥赶紧叫我，哎美女，可以讲价呀，你要是觉得贵，8斤也可以，别走啊，咱们谈谈。老公拉着我说，如果喜欢就买吧，咱们现在又不是出不起这几斤大米，我看你以前看过好多次都没舍得买，现在能买得起了，喜欢咱就买。背个名牌包不能当吃也不能当喝的，现在这种情况还是别买这种东西了。我压低声音对老公说，扭头看到摊主急切的神情，我对他说，大哥，你家有首饰吗？金的、玉的都可以，相比较包包，我还是更喜欢首饰。有啊，我现在戴的就有，东西小，我怕摆出来，一不留心被人给顺跑了，就没拿出来说着，从怀里开始往外掏，2个金的无饰牌，1个玉佛挂坠，把几件东西接过来，在手里把玩一下，无饰牌一个也就20克左右，不是很大。玉佛挂坠能看出来是 A 货翡翠，颜色很辣，重水也不错，能达到冰重了，含有少量的棉，整体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这种东西在以前也要大几万了。这几样东西怎么卖？我问大哥。10斤大米，这玉佛我以前是花大价钱买的，本来是要送给我儿子的，可是你看现在这种情况，我老婆身体不好，只能换吃的给她补补。我说我现在没有大米，但是我有其他吃的，你要吗？大哥略有些失望地问，是什么东西？肉罐头、咸鸭蛋、奶粉。我还没说完，大哥已经点头如捣蒜一样，一叠声的要。我和老公低头商量了几句，他走到大哥身边，从背包里拿出了1包奶粉、5个咸鸭蛋、1盒肉罐头，直接塞到了大哥的羽绒服里面。大哥低头拉开衣服瞧了一眼，又迅速地把衣服拉上，嘴上轻声的对我们连连表示感谢。在我们转身要走的时候，他又叫住了我们，兄弟，我家还有这些东西，你们还收吗？我和老公对视一眼，我对他说，那要看东西怎么样了，明天这个时候还在这里，我们过来。在小市场又转了一圈，用5根火腿肠换了一个10几克的金项链。看天色马上就要黑透了，我们也担心会有危险，就和老公拉着手回临时的家了。晚上我和老公商量着坐安全区的车回家一趟，把吃的再带出来一些。当出来的时候没敢带太多东西，这几天又消耗了不少。这边剩的食物不多了，再加上出来几天了，那边放那么多的物资，我们心里都有点不放心。第二天一早，我俩就背上大背包，拉上大行李箱，坐安全区的车出门了。到了以前的小区那里，我俩依然从车库入口走进去，整个小区静悄悄的，感觉是有点吓人的。以前在这住的时候没感觉，现在在安全区热闹几天，再回到这里就感觉这里安静的有点可怕了。我俩一路小心翼翼，不敢发出声响，悄咪咪的爬到我们住的楼层，还好一切正常，房子外面也没出现奇奇怪怪的东西。打开门进到屋子里，我们先把每个房间里里外外都检查了一遍，确定没有外来入侵者后，我们去楼上看我们那个大粪球，除了上面又多了一层厚厚的雪，也没有问题。先把我们要带走的东西装好，这次拉来的行李箱准备全部用来装吃的，1件挂面，2件红烧肉罐头，1件鱼罐头，1件方便面，1件火腿，全部拆掉包装放行李箱里面，缝隙没有装满的地方则塞上之前蒸的米饭和馒头。另外一个箱子里放上我们之前分割好的一块块的各种肉类，还有之前冷冻的各种蔬菜。装满后又打开了1袋大米，直接到箱子里溜溜缝。最后2个背包里放满了我和老公的换洗衣物，还有我塞的几包卫生棉和卫生纸。我俩昨天晚上睡觉前商量好了，以后出去换东西的时候就固定穿一套衣服，这套衣服在平常生活的时候绝对不穿，以免被人给认出来了。装好这些东西，老公去楼上搬出木材，又没有引燃。我负责把之前弄掉的塑料布重新封好，不到半小时的时间，我所隔出来的小空间里温度就上来了，暖烘烘的。
烤着炉子里的火，想着等班车回去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我俩干脆搬出个小锅放炉子上。我拆了2包火锅蘸料，把冰柜里的羊肉卷、牛肉片、毛肚、鸭肠、虾滑拿出来几样，边吃火锅边打发时间。虽然我们在临时安全区做东西吃更方便，但是那边现在楼上楼下都住上了人，这些气味大的食物最好是不要吃。毕竟大部分人靠的是区里发的米汤和馒头，就算有些人手里有食物，但物资还是不那么丰富，在这个环境中吃火锅也太容易遭人恨了。下午，我们按照约定好的时间去小区门口坐车回安全区。此后，我安安稳稳地待在安全区里，老公跟着队伍一起出门清理街道、开通道路。这段时间，我们又去了几次小市场，每次都会有些收获。上次那个大哥第2天给我们拿来了不少好东西，应该放在保险柜里，可以做传家宝的帝王绿翡翠手镯1只，同一块翡翠做成的牌子，戒指5个，金手镯和大金链子更是有好几个。其他东西还好，手镯拿到手里的时候我是有点手抖的。这东西和那些名牌包还不一样，那些包咬牙我是可以买得起的，但是这个手镯不吃不喝一辈子的工资我也买不起。大哥的东西好，我和老公也没有吝啬。各种肉罐头30盒，牛肉10斤，羊腿1个，大米10斤。当然了，这些东西也没有在市场给，他怕被人盯上，我们也一样。我站在大哥市场的摊子上当押金，他带来的东西已经揣到我兜里了。老公回家取物资，然后他俩在没人的公共卫生间完成交易，我在外面望风。老公装东西的登山包也送给他了，看清包里的东西后，大哥让我们等他一会儿，他又跑回家一趟，给我拿了2个包，一个是我第一次在他摊子上看过的那个驴，另外一个是全新的 IX 式。后来又去了几次小市场，每次都有收获，但是像大哥那样的大户再也没碰到，都是金戒指、金项链、金手镯之类的小物件。玉也有碰到，但是有大哥的高货在前，后来碰到的那些多少都有些不够看了，就没收。慢慢的，安全区的人越来越多，在周边农村的不少幸存者也被军队带回来安置在了安全区里。随着外面清理出来的区域扩大，在服务点可兑换的物资也越来越丰富，我和老公就不再去小市场淘东西了。5个月后，我们的小区也划成了安全区，我和老公就开开心心的告别了临时居住的房子，回到了我们的安全屋。这期间，我和远在 C 市的父母也联系上了，他们和弟弟一家都很安全，我多了一个小侄女。妈妈和我一样去了医院继续做她的妇科医生，爸爸在家里照顾小侄女，弟弟和弟妹都在城市重建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现在和我联系上，他们心中最后一块大石头也放下了。安全区的医院也挪到了被清理出来的原来的中心医院那里，各种医疗设备也慢慢的可以用上了，虽然有损坏的一部分，但是比之前的情况已经好太多了。虽然极寒天气还在继续，但是我相信国家和政府秩序已经在慢慢恢复，也许是参与这个城市重建工作比较早，我和老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已经混成了小领导。现在物资我们手里还有，可兑换物资的积分我们不缺，黄金我们一样有。灾难还没结束，但我相信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全文完。